果然，刚到村子，梁正远、薛不凡跟程勇都在等着呢。3个人坐在轮椅上，看着怪好笑的。你们在这干嘛呀？村里人看着不觉得尴尬吗？啊？没有受伤吧？事情还顺利吧？哼哼，温大师我出马，区区山贼何足挂齿？我智勇双全，大杀四方，那些个山匪都死在我的天雷之下。温大师厉害啊，我等佩服。咱先回去吧，我的腿最近感觉有点力气，想下地走走试试，你看行吗？我给你检查一下，不过还是多养养，毕竟断了骨头的。都回吧，别在村口摆造型了。回到家，蔡大娘准备了柚子水还有火盆，让他们跨火盆撒柚子水消消灾。终于回来了，孙清道君保佑啊！温竹清心中一暖，蔡大娘现在呀，都已经从信奉菩萨改信三清道君了，对自己那真的是真心实意的好。没多大事儿，大娘你不用担心的。哪能不担心呢？那可是土匪窝子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你再怎么厉害，也是个小姑娘，别人家的姑娘都在闺阁绣花作诗，等着挑选好的夫婿，你还得上山下地的，为了这个家操劳辛苦。人各有命啊，我也不是那种能在闺阁里坐得住的人，真让我绣花作诗的，我才浑身不舒服呢。哎呀，饿死了，咱能吃饭吗？对了，吃饭先吃点清淡的鸡蛋面，休息会儿再吃好的啊，以免肠胃不舒服了。温竹清的碗里面足足有5个荷包蛋呢，他都给吃完了，消耗这么大，一头羊都能吃得下去。蔡大娘就喜欢看他大口的吃饭，满脸慈爱，这吃得香，身体才能好呢。梁书山说着自己跟山匪们过招的事儿，眉飞色舞，还比划2下子，好像自己是大英雄一样。小山这么厉害呀，不错，勇气可嘉。那么总结一下，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吧？我不够无耻，跟山贼讲道义，他们那么不要脸，还用兵刃，我就该不惜一切招式打死他们才对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能这么想，也没什么错。都去休息了，让你们阿娘也休息会儿。好，阿娘，你快去休息吧。温竹清没看程勇一眼，无视了他可怜巴巴的眼神，进屋休息。睡得正沉呢，荷包里一阵的闪烁，一个3岁大的胖娃娃跑了出来，黑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着，可机灵了。在屋子里面玩了一会儿，看什么都新奇。温竹清翻身，吓了他一跳，无聊了，这才跑回了荷包里，就好像没出来过似的。温竹清回来，村里的人都来探望，梁正远都给打发走了。你倒是像个当家太太一样，招待客人，管理内宅。你家娘子跟男人一样，在外打拼，还别说，你们夫妻还挺般配的。不过是女主外男主内了。梁正远白了他一眼，你不想要香皂的生意了吗？别，贤伉俪配合默契，让人羡慕，梁兄好福气啊。温竹清醒过来，就看到他们聊着天。薛少东家，这次多谢你了，你的人手帮了大忙呢。以后你有事儿，我免费帮你做一件。那感情好，先谢过温姑娘了。你们聊，我也先回去休息了。你的腿扶着椅子慢慢活动一下，感觉可以再加大力气，不可操之过猛。好，我晓得了。寒暄2句，薛不凡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喝口茶吧。你也回去休息啦，不用管我，我得去后山一趟。晚上去？是的，我有点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你说教我练体术的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你确定了吗？我需要准备药材，练体不是那么轻松的。确定，比起练武吃的苦，我更痛恨现在无能为力的样子。好，你能下定决心学练体也是好事，明天开始教你。温竹清喝完了茶，起身翻出了墙头，消失在了夜色里。他要把人参娃娃送回山里，找个合适的地方安置他，总不能一直藏在身上吧，这也太不安全了。终于找到了月华最纯净的地方，温竹清从荷包里面取出了盒子，可是竟然就没有人参了，只有空空的玉盒。出来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给你找了好地方安家，别跟我玩啊！姐姐，我想跟着你。不行，我护不住你。等我的能力足够强大，你才能跟着我。现在乖乖修炼，我给你布置阵法，不会被人发现。等你褪去了灵身，修炼成人，再来找我。那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呢？千800年都有。我自己在山上好无聊啊。怎么会？别装可怜，山里那么多的动物陪你玩，不会无聊。乖点啊！人参娃娃无奈，只好冒出来。
大眼睛里面蓄满了泪水。我会常来看你的，哭什么哭啊？你有眼泪吗？灵物是没有眼泪的，只有灵气，眼泪落下来也只是灵气罢了。温竹清取出了玉佩，刀子刻上了符文，布置了一个迷踪阵和防护阵，让人参娃娃待在里面安心修炼。我走了，好好修炼，我有空来看你。姐姐再见，我会想姐姐的。温竹清狠下心肠，没有看他，很快就消失在了林子里。人参娃娃撇了撇嘴，收起了眼泪，真是狠心的女人。哼，修炼好无聊啊。温竹清可不知道他变脸这么快，趁着夜色挖了不少的药材。梁正元以后也需要泡澡，药材的消耗量是很大的。夜里是众多动物活跃的时间，他专心采药，并没有察觉头顶上一只绿油油的小蛇盯着他的动脉伺机而动。就在温竹清转头露出修长的脖颈时，小蛇闪电一般的飞上去，就要咬在温竹清的脖子上，却没想到被人给掐住了7寸。你是谁？吃霸王面那个蹭我的饭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就这么跟救命恩人说话的吗？恩人多谢，敢问恩人高姓大名？我好一日3炷香，好好感谢恩人呐。你烧的香真的心诚吗？当然，我用我的人格保证，诚心感谢恩人的。只要不用给钱，只是感谢，他可以的。男子丢下了小蛇，并没有要他的性命。小蛇慌忙逃走，他审视着温竹清，像是什么稀世珍宝一样。温竹清就非常的奇怪，看他干啥呀？她虽然好看，可也不是什么绝世大美女啊。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女子。我只当你夸我呢，多谢。然后呢？你把人参精放归山林，真的没有舍不得吗？那还是个孩子呢，我总不能丧心病狂的吃一个孩子吧？天地有灵，能生出灵智的生物都是生命，我可不想惹下因果，说不定人参吃下去，我小命就没了。你大可以等着人参精的神魂消散，只剩下人参，你吃了就不会有因果。再说那人参也不是你抓走的，不染因果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想对他下手吧？哼，本尊还不稀罕一颗小小的人参精。姑娘，你的修为还是太差了，欺负你都没什么兴致。后会有期。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殷芷哥，你现在的层次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温竹清很是挫败，不说真话能死吗？好在这个人对他没有什么恶意。月亮升到了半空，山林里不断的有影子闪过，树梢、山顶都有修炼的生灵。温竹清并没有惊动他们，跟着修炼了1个时辰，准备下山回去了。经过上次埋僵尸的地方，温竹清过去看一看，结果只看到了一副空棺材，瞬间给吓出了冷汗。僵尸呢？这玩意儿如果跑出去危害百姓，他也是有连带责任的，毕竟可是他埋在这儿的。他布置的封印已经被破坏掉了，只是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僵尸自己的本事。此事非同小可。温竹清又找到了上次的那个紫松鼠，问你件事儿，林子里有没有一个僵尸出没？松鼠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那能去哪儿呢？你以后多留意，要是看到了，就去村子里告诉我一声哦。下次进山我还来找你。紫松鼠摊开了4肢，生无可恋的样子。求求你去找别人吧。我就认识你啊！别偷懒，有好处给你的。等我能炼丹了，送你2颗好丹药。紫松鼠立马就精神了。你要说这个的话，那咱就不困了。温竹清把寻找僵尸的事情交给了紫松鼠，先下山回家了。他并不知道，刚转身没多久，僵尸就出现了，一双白眼珠子盯着温竹清的后背，小孩子都能吓哭了。许县令真的是太高兴了，没想到温姑娘这么厉害，一举剿灭了这么多的山匪，还找到了许多的官银，这么大的功劳，今年的考核他肯定能够升一升。让孟阳给温竹清传话，等他忙完了这些事情，亲自来嘉奖他。温竹清也没有在意，县令大人太客气了，他忙他的，不必客气。只是桑云霓就得拜托孟阳先给送回去，多照顾一二，自己还要照顾孩子们，过2天再去看他。今日闲暇，梁勇来访，温竹清想起他迁坟的事情，不能再拖了，交代了梁正远一声，就跟着他先去看坟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感觉梁勇看自己的眼神很是复杂，带着一点恨意，也有一些忌惮。温姑娘，没想到你竟然剿灭了九峰山的山匪，真是厉害，女中豪杰，我以前冒犯之处，还请见谅。温竹清却是心底一颤，不对呀，他怎么知道九峰山的山匪是自己剿灭的？县令大人对外可是说是县衙铲除的。
这个功劳落在了孟阳身上，梁勇只是一个镇长，消息这么灵通呢？他脸上不动声色，哪有那么厉害？是县令大人派遣了高手，我只是配合一下，不敢居功。梁镇长听错了吧？啊，是吗？或许是我打听的消息有误吧。那温姑娘也很了不起了。一般般吧。温竹清谦虚一笑，闭目养神，并没有跟他寒暄。梁勇的眸子更加的阴冷，这个女人留不得。到了山头上，温竹清看了看地势，确实不错，只是看着有一些熟悉，距离埋葬僵尸的地方有点近呢。温大师，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没有趁手的罗盘，先随便去买一个，我凑合用用。梁勇很大方的表示会买最好的，倒是那个随行的陈道士拿出了自己的罗盘给他。温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先用老夫的吧。嘿，不错，还是个老物件，有些年头了吧？哼，多谢陈道长哈。不是，我只是借给你，不是送你。温姑娘，你也知道，罗盘是私人物品，吃饭的家伙不可轻易送人的。温竹清当然知道，他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打定主意给这个陈道士一点颜色看看，没有他坑自己，能够一直被梁勇给盯着吗？陈道长，你这就小气了，不就是一个罗盘吗？随后让梁镇长给你买个好的，就当是咱们换换啦。哎，不要说话，影响我掐算。温竹清认真的开始掐算，时不时的画个记号。陈道士气得跺脚。梁镇长，你看这儿。道长稍安勿躁，我会帮你寻个更好的。陈道长无奈，只能盯着温竹清，想偷学点东西。温竹清迈着的步伐那都是有讲究的，正宗的9宫八卦步。他到底是谁呀？这个步伐早已失传，就连龙虎山都不会呀。你的意思是他的本事确实厉害？哎呦，何止是厉害，假以时日，这姑娘了不得的。陈道士心生恐惧，现在跟温姑娘修复关系还来得及吗？梁镇长，我可跟你讲，好好跟温姑娘赔罪，可不敢得罪帝师的。姑娘现在的道行已经迈入帝师的行列，贫道真是有眼无珠啊，怎么就得罪了温姑娘？得罪了又会怎么样？狠心点的，让你灭绝九族；心善点儿，要你性命，不会连累无辜。有这么厉害的吗？你可别不信，玄术一门千变万化，帝师只是其中个分支。我观温姑娘修为已初见成效，假以时日，跳脱凡人的范畴，对付小小的凡人家族，人家动动手指头的事儿。不过越是修炼众人，牵绊也多，不会轻易沾染血腥的，对于他们的修行也不利。不是生死大仇，不会对凡人下狠手的。梁勇眼神闪烁，思量着现在跟温竹清还有没有缓和的可能，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眸子里更加的阴郁。足足半个时辰，温竹清这才算好了方位。迁坟的时辰还需要另外算，最起码也在3天之后了。我会把注意的事情交代清楚，你先去准备东西了。辛苦温姑娘了。无碍，只要你别后悔就好。这般好的风水局不会只被我看到，万一有更有身份的人物看上，你让是不让？咱们这个镇子就是个小地方，往上数几代都没出过什么大人物，穷乡僻壤的，谁会来这儿选墓地？温姑娘多虑了。那就好，回吧，3天后你再来找我吧。好，温姑娘辛苦，这点辛苦钱还请笑纳。不用啦，陈道士的罗盘我已经笑纳了。我温竹清虽然贪心好财，但是也不是不讲道理的，只收一份报酬。突然这么的大义凛然，梁镇长还不习惯。温姑娘，这个是我多年攒下的8宝铜钱，孝敬您了。你送给我了？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想要什么？贫道什么都不要，只求和温姑娘化干戈为玉帛。之前是贫道不懂事儿了。不用，你这个人虽然没有沾染血煞，身上却缠着不少因果，没少做亏心事儿吧？我要是收了你的东西，能见死不救？这点东西不值得我帮你。温姑娘，求求你给贫道指条活路吧，贫道知错了。你既然知错，
就好好做善事，消除你的因果。欠了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，现在挽救还来得及。陈道士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，心中有一些迷茫。他上哪儿去挽救啊？做下一份孽债，就得10份的功德来偿还。他得做多少的好事才能够还得清啊？陈道长，何必求的呢？他大概就是危言耸听，别自己吓唬自己。你看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的事儿以后我不能再沾了，后会无期，告辞了。别呀，陈道长，你帮我盯着他，万一他使坏，奇学变成煞学，坑我怎么办？就是我盯着他，想坑你，我也看不懂。他的修为高出我太多了，你还是另寻他人吧。陈道长，吃我的用我的，好吃好喝招待你这么长时间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可不地道。你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乖乖帮我盯着他，只要我家祖坟迁移成功，你们都没事儿。否则，谁都别想好过。陈道长看到他眼底的杀意，突然就后悔了。好，我帮你，这就对了嘛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今儿晚上我送你2个俊俏丫鬟，好好享受享受。陈道长笑得比哭还难看呢，他怕是享用不起。温卓清处理好梁镇长的事情，拒绝了梁勇家里的马车相送，自己骑着一匹马往县城的方向去了。他会骑马，前世就学过，坐马车要大半天的功夫，骑马不过1个多时辰就到了县城。饥肠辘辘，随便的找了一家茶楼，吃了点茶点充饥。突然听着隔壁桌子的几个人闲聊，那桑家的姑娘真是可惜了，年轻轻的就这么暴病身亡。嗨，这么大的姑娘白养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这里边的事儿可多了。前些日子不是传出桑姑娘被人掳走的事儿吗？山贼不是被官府剿灭了吗？按说这该救回来的，却突然死了。你细品，仔细品，难道是怕桑姑娘坏了名声，桑家给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？哎呀，真是造孽啊！毕竟是自家女儿啊。嘘，慎言，别被人听着了，招惹麻烦。知道了，你知我知就好。温卓清一下子摔了茶盏。桑姑娘，莫非就是桑云霓？怪不得她脸上的黑气不散，原来家里才是她真正的结束。他忘了古代对女子的苛责，稍有头脸的人家都不会留着名声有损的女儿。他有一些懊恼，早知如此，就该亲自送桑姑娘回家了。现在人死了，就是他思虑不周，也有牵连。忍不住看了一下手心，还好寿命线并没有短，反而还长了一些。这是剿灭山匪的功德，瞧着能够活2年。功德积累可太难了，他想长命100岁，不知道得做上多少的善事呢。桑姑娘的事儿就不能不管，就算是死了，也得桑家付出代价。结了账去县衙找许大人问问桑小姐的事儿。温姑娘有事儿啊？耽误大人办公了，很抱歉。不客气，温姑娘可是本官的福星呢，怎么也得好好的招待。还没说话呢，一个中年妇人穿着秋香色的绸缎长裙走了进来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许夫人好，民女温竹清，见过夫人。许夫人上下打量他，让温竹清有一些莫名其妙的，这什么眼神啊？夫人，别吓着人家了，有事你快说，本官还忙着呢。老爷真是怠慢贵客，温姑娘是女子，理应我来招待呀。有事去内宅说呀，在这儿被人看到了，又该招人闲话了。温姑娘说的都是大事儿，说起你那小心思啊，别惹人笑了。快回去，给本官留些颜面。大人你忙，我的事儿正好跟夫人说了，是我不懂事儿。几次来都没拜见夫人，夫人勿怪。温姑娘真是会说话，最近啊，总听老爷夸你，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哼，是吗？那我也听听，怎么夸我的？我这么多的优点，他有没有漏掉？温姑娘这性子呀，我是真喜欢。别见外，喊我一声姐姐吧，我娘家姓袁。袁姐姐好，我看姐姐面如满月，耳垂圆润，有福之相。袁姐姐肯定是家宅和睦，儿女双全。温竹清想唬人的时候，能够让人把她当亲人一样。不过1刻钟的功夫，许夫人已经拉着她的手，妹妹长妹妹短，留下许县令是目瞪口呆的，这就没自个儿的事儿了。女人可真是搞不懂。内宅里，县里的桑家死了女儿，夫人可知道啊？桑家啊，家里经营米粮铺子的，祖上啊传下几百亩地，还有不少山林，家资丰厚，可是县里的大户。桑小姐在闺阁的时候
就才名远播，容貌啊也是少有的端庄貌美，只可惜被山贼掳走了。桑家的事儿在许夫人这儿是瞒不住的。那么桑小姐既然已经获救了，为何回到家反而暴病亡故了呢？毕竟在山上几天，这名声，桑家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呀。夫人觉得应该了吗？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儿，我纵然不满也管不着的。妹子，你想做什么？去吊唁一下。夫人方便陪着我进去吗？好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桑家，我陪你去正合适。许夫人带着丫鬟也没磨蹭，坐上县太爷家的马车就去了桑家。到了桑家，街上都是一片缟素，树上都缠着麻布，办得很是隆重。两人进去，因为是未出嫁的女子，没有人守灵，只有几个丫鬟婆子在烧纸，气氛很是诡异。桑太太哭得眼睛通红，接待了许夫人。劳烦夫人了，可怜我这女儿啊，丢下我们就这么走了，让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桑太太，别这么说，都是命啊！你这般悲痛，让孩子走的也不安生啊。温竹清则去看棺材，要是被人所杀，还是至亲之人，那肯定是有怨气。万一化作厉鬼，那事情可就更麻烦了。这么一看，狠狠的蹙眉，这棺材里面竟然没有死气，太不正常了。这位姑娘，你是来吊唁我们家姑娘的吗？请烧了纸，到隔壁的香房休息吧。好，我给姑娘上炷香。结果婆子点燃了3炷香，拜了拜，插在了香炉里，结果插进去就倒了。这怎么插不进去啊？哼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还是说桑小姐死的有冤屈，借此来提醒我呢？婆子的唇角抖动，只能去禀告太太。温竹清冷笑，继续盯着棺材瞧。一起来到灵堂，温竹清看了眼桑太太：“你女儿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”这是老爷很看重的一位道姑，会道法的。不瞒你说，这次桑姑娘能回来，都是她帮忙呢。我和桑小姐有过一面之缘，原本答应来看她的，结果看到的就是一尊棺材。我看着桑小姐可不是短舌之人呢。桑太太，你是桑姑娘的生母，你就忍心桑姑娘这么走了吗？我桑太太哭得都说不出话来。桑老爷赶过来了，身边还跟着一位漂亮的妇人。怎么了这是？这位姑娘是大姑娘的朋友，说是姑娘死的有异常。哪来的不三不四的朋友，还不给轰走了，打着我女儿清静。就是啊，还说大姑娘多老实多本分呢，看看交往的都是什么人，要不是她不安分非要出门，能落得这个下场的吗？差点害了全家的姑娘不好嫁人呢。这是我带来的朋友，桑老爷，你先别激动，温姑娘也是好意。哎呦，原来是许夫人的朋友啊！哎呀，是在下莽撞了。温竹清看着这一家子，有一些了然，也不好连累许夫人。既然桑家不欢迎我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我姓温，以后有你们求着我的时候。许夫人跟他一块儿走，桑太太送出大门，一脸的惨败，让夫人见笑了。温竹清冷着脸，不跟他说话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，就不是一个好母亲，还好意思过来招待客人。回了县衙内宅，许夫人安排了客院给他住。温姑娘缺什么尽管说，不用跟我客气的。夫人你忙，无需管我。这可不合适，你是老爷的客人，晚上给姑娘接风洗尘。好。修炼了一会儿，许家的下人来请他去用晚膳。温竹清停下来，跟着丫鬟去了饭厅。许家人都在，除了许夫人，还有2个妾室，都本本分分地站在身后伺候老爷夫人用膳。2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大儿子15、16岁，已经是个少年郎。看到温竹清，脸色一红，有一些文弱羞涩。这位是温姑娘，你们也听过的，还不见过温姑娘？久仰大名，温姑娘好。哎，你就是会抓鬼的温大师啊？抓鬼好玩吗？我能看看吗？千松，不许无礼。许千松吐了吐舌头。最后呢，是女儿许千娇，很是腼腆守礼的小姑娘，双眸亮晶晶地看着他，满是崇拜。温竹清取出了3个玉牌。初次见面，这个护身符送给你们，我自己制作的，驱邪避凶。说好了。快谢过温姑娘。温竹清是有真本事的，他做的玉牌那肯定有用呢。嗨，我没那么多的规矩，都别客气了。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啊，看我只顾着寒暄了。
温姑娘，赶紧动筷子吧。一顿饭用完，温姑娘，1个时辰之后，厨房会准备夜宵，我让厨房列个单子，你看喜欢吃什么，吩咐就好。不用，我晚上要出去的，不用招呼我，你们休息吧。啊，晚上要出去啊？是不是去抓鬼？是啊，你想看？嘿，想看的。看什么看呢？小孩子家的，看那些可怕的东西会吓傻的，真是胆儿肥了。做功课没见你这么用心过。哎呀，小孩子总是好奇的，越是阻拦越想看。没事儿，回头啊，我抓2个小鬼给他玩玩，不那么吓人的。许夫人其实自己也好奇，人都这样嘛，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恐惧又好奇，要不怎么说好奇心害死猫呢？县衙阳气重，阴魂鬼祟不敢靠近，在县衙是最安全的。你们想看，明天晚上去城外，最好是乱葬岗，最不缺孤魂野鬼了。啊，乱葬岗好可怕！现在知道怕了吗？我不怕，带我去看看吧。行的，多带2条裤子，少喝水。许千松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许夫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若有所思。跟着温姑娘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温竹清回自己的房间休息，打坐修炼1个时辰。到了子时，从后门走出去，再次来到了桑家的灵堂。灵堂孤零零的，没有人守灵，小丫鬟都偷懒跑掉了，只剩下了一副棺材，看着格外的凄凉。唉，好可怜的姑娘。突然咚咚咚的，深夜里面传来一阵的敲击声，温竹清都给吓了一跳。什么鬼祟？敢在你温姑奶奶面前撒野？出来！环顾四周，莫非是桑小姐的魂魄？温竹清小心地凑近棺材，咚咚咚的声音就更大了，是从棺材里边传出来的。形容奇怪，要是化作了鬼魂，这区区棺材可挡不住鬼魂呢。鬼魂是没有肉身的，其实就是一股子气。既然不是鬼，那就只能是人了。温竹清一巴掌推开了棺材盖，噌的一下，一个人影竖了起来，把他给吓的。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温姐姐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我的劫数根本就没有过去，我的命真的是好苦啊！停下，别哭了，谁的命不苦？哭就能让命变好了吗？我最不耐烦听别人哭哭啼啼了。你好好说话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既然没死就是万幸，就不算是命苦。温姐姐说的对，我真是太难过了。我没有想到山匪没害了我，竟然是我的亲人要我死。唉，怕你的名声连累家里，你确实挺惨的。哭完了，先说正事吧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温竹清扶着他爬出了棺材，桑云霓的肚子咕咕直叫。温竹清拿着桌子上面摆着的贡品就给他吃。垫垫肚子。啊，这本来就是给你吃的，你都死人了，还讲究那么多干嘛呀？桑云霓吃起来那也是饿得很了，在棺材里边2天，要是没有温竹清今天晚上过来救他，明天肯定得饿死渴死。得亏棺材是没被封死，有微薄的空气。桑云霓这运气还真是不错。吃饱喝足，桑云霓这才想着后边的事情。温姐姐，你带我走吧，就当是我真的死了。父母生养我，现在要我的命，我也还给他们了。我不恨他们。好姑娘，你不恨他们是善良，他们就会因此生出侥幸，随意害人性命。你这反而是害了他们呀。是吗？是啊，总得拜别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心思。他们是不是会愧疚，会难过？谁对你下的手？你父亲吗？一般母亲都疼爱孩子，当爹的都冷漠。他又有娇滴滴的小妾吹着耳旁风，十有八九就是他。是母亲，虽然不是母亲亲自动手，是他身边的嬷嬷，却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或许是心中不忍，勒死我之后也不曾仔细的验查，就把我封进了棺材里，我这才活了下来。他只是闭气晕过去了，幸好一直昏迷着，否则呀肯定得补上一下，让他彻底的死翘翘。母亲？为什么呀？你爹知道吗？应该是知道的吧。爹爹一直疼爱周姨娘，对我是不大上心的。母亲怕是为了兄长，她要娶知府家的千金，是不能爆出丑事来的。知府？你家老爹可以啊，都能攀上知府的关系了。是庶出的女儿，可不管怎么样，也是知府千金啊。我家对这门亲事很是重视，重视到牺牲你一个女儿。你哥哥呢？他知道自己的亲事沾着你的鲜血吗？他都没露面，也没有谁为你守灵，就这么享受你的牺牲了吗？桑云霓又红了眼，
温竹清不说这个了。你去跟父母拜别一下，救人救到底，我带你走了。谢谢姐姐。温竹清要带他去内宅，却听到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温竹清给他示意，两人又爬回了棺材里。棺材漏个缝，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来。桑小姐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他们都说你是被山匪杀的，我不信。你这么善良的好姑娘，命真苦，老天爷不开眼，为何要这么对你呀？桑云霓脸红，怎么是他？他是谁啊？是来我家族学求学的学子，出身寒门，但是学习很刻苦，人也聪明。我在家里的藏书房见过2次，没打过什么交道的。这样啊，试试他的心思吧。温竹清慢慢的掀开了棺材，示意桑云霓爬出去。桑云霓不明所以，还是照做了。朱同生，你是来送我的吗？是的，桑小姐，你一路好走。你半夜偷偷来祭奠，是不是心怀不轨啊？你谁啊？我是你姑奶奶，问你话呢。实话实说，否则我们都跟着你回家，日日夜夜缠着你。不要，我只是新月小姐，白日里我没有资格来祭拜，只能夜里偷偷的来。我也是怕坏了小姐名声，不敢唐突。新月我，桑云霓是似悲似喜，竟然有人偷偷的喜欢她呢，她也不是无人在意的。既然你新月小姐，那你敢不敢娶了小姐？使不得，阴阳两隔，怎可坏了小姐的轮回路呢？哎呦，这书生会说话啊，不错。小桑啊，我看他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鼻头圆润，双唇厚实，是个憨厚中有、大器晚成的面相。要是你嫁给他，也挺好的。桑云霓红着脸，啊，这如何使得？我都没有娘家了。我是你的娘家人啊！哎，朱书生，送你个媳妇儿，要不要？朱长青是想哭都哭不出来了。不是鬼就好。这不成了吗？当然不是鬼了，不信你摸摸。不敢，使不得，男女授受不亲的。朱长青吓死了，这姑娘太放肆了，比鬼还吓人呢。温竹清觉得这般羞涩的书生还挺有意思的，也算是今天晚上的意外收获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宋书生，你先回吧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哦，对了，你家住哪儿啊？朱家村，我家是2房，我是2房长子，家里堂兄弟8个，姐妹7个，父母祖父母皆在。我知道，看出来了，你家人口多，子嗣丰厚，只可惜孩子多，吃的饭就多。你能读书，考中童生，想必吃了不少苦头吧？这样的家族都只会倾尽全力培养一个孩子。朱长青不是长房长子，能够考中童生实为不易。不知这位姑娘如何称呼啊？我姓温，是个地师，看风水主持白事儿，我是专业的，有生意可以来找我啊。地师？朱长青了然，难怪深更半夜的在灵堂都跟个没事人一样。桑小姐她……谁家没点见不得光的事呢？做父母也不是都爱孩子啊。哎，稍等啊。温竹清爬回了棺材，找了一些不起眼的陪葬品，银子、金银首饰、铜钱什么的，包了一个包裹，塞给了朱长青。这些钱你拿着，算是桑小姐的嫁妆了。这如何使得？使不得就埋地下了，活人重要是死人重要？迂腐。朱长青只好收下，告辞了两人，原路返回了。温竹清看着他的背影，眼底满是深意。温姐姐，你真的让我嫁给他吗？你若不愿意，我养你。非亲非故的，怎么好意思啊？不过温竹清这么尊重他，他心里也没有那么的恐慌了。走吧，去拜别你的父母，问问你的兄长，心中可有愧疚不安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让你拜别，是让你来看看你父母亲对你有没有愧疚，你也要彻底断了亲缘。如果心里还有挂念，将来他们知道你没有死，又来寻你，你要如何？原谅他们吗？不会的。话说的没什么底气，桑云霓接受的是孝道的洗脑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三从四德，父兄要他死，他不得不死。我不喜欢拖泥带水，你要是这般性格，怕是辜负了人家朱头生。朱长青的面相非常的不错，大器晚成，位极人臣，是个大人物。现在能够娶了他，是他走了大运了。不出10年，桑家的这道门第，给人家朱长青提鞋都不配呢。好，我听姐姐的。桑母已经歇下了，温竹清暗自叹息，女儿才刚死，她倒是睡得挺香的。桑云霓那也是心情复杂，从小母亲对自己也挺好的呀，怎么现在就这般的心狠呢？母亲，桑母醒了，
看到桑云霓，下意识的就想喊，被温竹清封住了哑穴，怎么喊都喊不出来，就更加的惊恐了。母亲，我真的就非死不可吗？兄长是你亲生的，难不成我就不是了？我不和你要我的命，我就只想知道是为什么。就算是失了清白，也有送到庄子上、家庙里的，剪了头发做姑子的，好歹留着一条命啊。温竹清把他的穴道解开，桑母说道：“你不是我亲生的，是我的陪房，胎了姨娘生的。她难产走了，我就把你养在膝下，我可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这些年，你做着嫡出的大小姐，没有我，你就只能是个可怜卑微的庶女。老爷让我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谁让你失了清白的？我没有被玷污，我都已经解释清楚了。可是你在山匪窝里面过了夜，这已经是洗不清白了呀！你就好生的走吧，这死人总得给活人让路啊。”温竹清沉默，这就无可厚非了，毕竟也不是亲生的。知道这个事儿以后，桑云霓也不会眷恋这个家了。手一挥，让桑母继续睡觉。明天醒过来，他大概会以为是做了一场梦，然后又去了桑老爷的房间里。他抱着姨娘睡得跟头猪似的，还打着鼾呢。周姨娘嫌弃死了，竟然没有睡着，也不知道想什么呢。温竹清两个人一进来，他马上察觉，与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。姨娘好啊！周姨娘直接就晕过去了。哎，这胆儿也忒小。温竹清看着桑老爷，还要问吗？要的，我给父亲磕个头。行吧。温竹清把桑老爷给弄醒了，迷迷瞪瞪的桑老爷喊都没喊，直接就晕了。这还要继续吗？算了吧。桑云霓心寒，就算是他死了，家里人也只有畏惧，没有怀念，甚至连眼泪都没有一滴。走吧。温竹清临走还搬了大石头塞进了棺材里，以后世上就没有桑云霓这个人了。而他回到了县衙内宅，进了房间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明儿洗漱吧。麻烦温姐姐了。温竹清也累了，倒下就睡。桑云霓这2天是惊恐交加，也是累极，与他睡了一张床。温竹清睡到早上5点，生物钟自然醒过来，跳到屋顶盘膝修炼，吸收附近的5行灵力。温竹清修炼1个时辰，初生朝阳的第一缕紫气纳入了丹田，吐出一口浊气，缓缓睁开了双眼。县衙里的下人们已经开始忙活，厨房天不亮就升起了灶火，给主子们熬煮早饭，烧热水洗漱。2个丫鬟端着热水在门外候着，等温竹清起床进去伺候。温竹清感慨，自己没有穿成一个丫鬟，这已经不错了。进来吧。温姑娘早啊。你们早。我屋子里多了个小姐，你们准备下洗澡水，换洗衣服送进来，辛苦了。姑娘客气了，伺候姑娘是奴婢的本分，马上就去准备。桑云霓也醒了过来，温姐姐早。这里啊是县衙内宅，你无需担忧，我待会儿给你一张易容符，没有人会发现你的。啊，还有这种符纸啊？当然啊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姐姐我画不成的。姐姐我可是符道天才。这是他师傅说的，曾经茅山派掌门还过来抢过他呢，不过没抢过师傅。洗漱收拾妥当，易容符拍在他身上，一张脸顿时就变得不大起眼，像是一个普通的粗使丫鬟。瞅点安全。桑云霓也不在意，温姐姐不会害了她的，一起去给许大人请安，几个孩子也都在。这位是我的朋友，来寻我的，叫小桑。许夫人眼神闪了闪。小桑姑娘，坐吧，不必拘束。用了早膳，温竹清就准备告辞了。咱们不是说要去见鬼的吗？温姐姐怎么走了？你想见啊？也行，跟我出城，让你见一见，你好死了这份心。白天也能有鬼的吗？能的，尤其是山林、水边这种阴气重的地方，鬼不会出来，躲在里面，机缘巧合会被人看到的。那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哎，姐姐也要去吗？不要，吓死人了，我不去。最后俩男孩子跟着去了。温竹清给许夫人一个放心的眼神。嗨，锻炼一下胆子也没什么的，男孩子嘛，多见见世面也有好处。好吧，你这就要走了，下次带着孩子们来，咱们2家多走动。好，这个符纸夫人收下，有事找我就撕开符纸，我会知晓。太好了，那我也不怕什么鬼怪来害我了。我现在的修为怎么也得半个时辰才会到，夫人你可别浪过头了。好，我晓得了。温竹清带着俩孩子出城，经过乱葬岗停了一会儿，立马就感觉到这空气都冷了几分。野狗出没，一个个眼珠子冒着凶光，俩孩子吓得抱在了一起。
这还没见鬼呢，就把你给吓着了。还要继续吗？这不要了，温姐姐，怪吓人的。那好，你们回吧，好好读书，书读得多也能沾染孔圣人的气息，养成浩然正气，鬼神难靠近，也是一种修行。读书这么厉害的吗？当然，你看当官的有几个会见鬼的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官气让鬼神避开。你们跟许县令一样，做个好官，有百姓的真心爱戴，日后不会有妖鬼邪祟来害你们的。两人放心了一些，送两人回了城里，正好就遇到了桑家发丧的队伍。桑云霓眼神复杂，看着自己的丧事，也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。走了，以后每年的今日就是你的生辰，你也重生了，和过去没有关系了。这话温竹清说的是有理有据的，他死而复生，面相也彻底的变了，有了新的开始，可不是重生吗？我记下了。路上，温竹清和他商议新的名字，桑云霓就跟着温竹清的姓氏，姓温，名字就叫做桑桑吧，他也习惯了。一路无话，到了家，哎呀，这位姑娘是谁家的呀？是个苦命的，我认了做妹妹，以后就在咱们家住了。大娘，给她收拾间房。哎，好啊。姑娘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桑桑。大娘好，承蒙姐姐厚爱，让我跟着姐姐的姓氏，大家喊我桑桑就好。既然是妹妹，要当一家人，不如请客，让大家都知道温姑娘的身份，以后也不会有闲言碎语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有的，认亲宴也是对桑桑姑娘的看重，也让她能真正的加入咱们家。行吧，阿庆无需操心，我来安排就好。哼，这么贤惠啊！薛少东家要走了，等着你回来跟你辞别。今天去县城了，晚上会回来。他的货物在县衙里，需要做个交接，也该走了。哎，他能下地了吗？能的，走得挺好。阿庆，你的医术真不错，我是不是也能下地了？温竹清给他把脉。原本你前几天就能走，可是伤着丹田，现在的伤不是腿上的伤，而是内伤了。走路是没问题，不过不可用力过猛，内脏受损可没那么容易好了。能走就好，会方便很多。内伤慢慢调理吧。梁正远迫不及待地站起来，忍着不适活动了一下，渐渐的行动自如。不错啊，多活动，当然也别勉强自己。内伤我重新给你抓了药，先吃几天看看效果。老大，你真的能站起来了，我们这些兄弟死也瞑目了。不说这个，你也好好养着，都会好起来。温竹清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去洗漱休息。在外面总归是没有家里面来的舒服。薛不凡回来，那么多人动静大，把温竹清给吵醒了，有一些起床气，眼神涣散的走了出来。温姑娘回来了，正好跟你辞别呢。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，后会有期啊。温竹清却不看他，坐在椅子上发呆呢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儿，刚睡醒，迷瞪着呢。醒醒觉就好了。厨房做了好菜，给你送行了。好啊，咱们能喝2杯吗？我走过那么多地方，就喜欢吃你家饭菜呢，格外香。吃饭啦，饿死了。薛不凡还没见过温桑桑呢，两人见面，温桑桑有一些羞涩。这是我妹子温桑桑，这位是薛少东家，家里是经商的，有钱人。桑桑姑娘好，也不早说，我也没有准备见面礼物呢。温姑娘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，这点银子拿去花用吧，算是我的见面礼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收下吧，喊他一声哥哥，他不亏。好吧，薛大哥好，小妹有礼了。这就是认了个大哥，温桑桑很是开心。有了这个身份，也没有多拘束，一顿饭吃的比寻常还多了一碗。晚饭之后，温竹清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面纳凉，梁正远跟薛不凡在屋子里面商议事情，大概是香皂作坊的合作。温竹清给孩子们讲一些小故事，孩子们安安静静的听着，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梁淑仪和温桑桑年纪相仿，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，晚上睡在一起，一天下来就跟亲姐妹一样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也讲完啦，都洗洗睡吧。小满有一些不舍，温竹清心疼他，晚上和我一起睡吧。还有我不是阿娘最疼爱的小孩子了吗？梁淑山撅着个嘴，他怎么就8岁了呢？要是小几岁就能够跟阿娘一块儿睡了。好，都跟阿娘一起睡，不许尿床啊。不会的。俩孩子欢呼雀跃，高兴的去洗漱。梁淑山抱着二哥的胳膊撒娇。好二哥，咱们一起睡吧。大姐有桑桑姐了，我也不能跟阿娘睡，只有二哥疼我啦。你都多大人了，还要人陪着睡？不要，自己睡，
别来烦我。哎呦，二哥，亲二哥，求求你了嘛，这俩不是好兄弟的吗？梁舒尔坚决不答应。梁书山搞怪缠着他，温竹清看着直乐呵，这3个儿子就是个活宝一样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醒过来，薛不凡的人已经准备启程了。看着他昨天晚上那么大方对待温桑桑，温竹清也不小气，取出了一叠子的符纸送给他，上面都标注好了，有驱邪的，有护身符，有空间符，你留着用吧。你走过的地方多，有好的丹炉给我送来，我炼制一些解毒药、金疮药给你，效果很好的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！能遇到姑娘是我的福气，我会搜罗好的炼丹炉，尽快给你送来。有事儿就去县里玲珑阁找薛掌柜，薛家在县里的所有人和钱都归姑娘调动。多谢了，一路保重。告辞，梁兄，保重。送走了薛不凡一行人，院子里立马就安静了许多。孩子们醒过来，练功吃早饭，还要去镇子上面继续上学。温竹清目送他们离开，心里面另有盘算。处理好了梁镇长的事情，要不要搬到镇子上去住呢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咱们要不要去镇子上住啊？你的作坊有眉目了吗？去镇子上用人也方便些，反正家里那点地也没有谁种啊。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，要不请个先生回来给孩子们上课吧，这样两全其美啊。啊，请个先生回来，这能行吗？没什么不可以啊，大家族都是请好的先生来家里教导，好的大儒基本都是只教导1-2个孩子，多了教导的吃力。当然这种就是入室子弟了，已经不是先生是师傅了。咱们家以后也不会缺钱，养得起一个先生的。那你安排吧，我小门小户的，能懂什么？别这么说，阿青很厉害啊，没有阿青咱也请不起先生，阿青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嘴巴这么甜，想做什么？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有感而发。温竹清信了，这人倒是不屑说谎。家里没什么事儿，温竹清就上山去挖药材，还有那个僵尸，心里有一些不安。山上一切如常，紫松鼠先来找他，总比被温竹清提溜出来的好啊。他已经学会了主动了，只是也没找到僵尸，也没有什么奇怪死亡的动物，林子里一切都好。辛苦你了。温竹清抚摸他一下，用灵气在他的身上疏导了一遍。紫松鼠舒服的打了一个哆嗦，小眼睛都打转了。他要是早来这招，自己肯定是哭着喊着要做他的宠物了。温竹清收回了手，紫松鼠不乐意了，抱着手撒娇，要再来一次。温竹清都无语了，这话听着怎么就不正经呢？好吧，最后一次啊。紫松鼠舒服的眯起了眼，就跟喝醉了一样。温竹清不搭理他，继续挖药材了。他却不知道这次给紫松鼠的是怎样的机缘。紫松鼠有了他的灵气灌输，找地方闭关，他已经触摸到了化形的门槛了。温竹清自顾自的采药，不知道紫松鼠的事情，只觉得它可爱，又帮了自己的忙，肯定是要回报一些。采了足够的药，下山回家，晚上才是认亲宴。经过小河，抓上2条鱼，家里的鱼也吃完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河里竟然有人落水了，温竹清大惊，跳进去把人给救上了，竟然是熟人郝寡妇。哎呀，郝婶子，这么点的水你也能掉下去啊？谢谢你，温姑娘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不是我掉下去的，是有东西拉着我。这河里有古怪。什么？有东西拉你下水？是的，河水也不深，原本我能站起来的，可是那个东西按着我的脚和脖子，我就起不来。温竹清掀开了他的衣领，就看到黑乎乎的爪子印记一样的东西，脚腕上也有。好啊，竟然是来找替身的，好大的胆子！温竹清取出了2张去阴符，拍在印记上，一股子黑烟冒出来。郝寡妇长出了一口气。温姑娘好本事，我刚才还觉得这2个地方冷的不行，骨头都是冷的一样，现在浑身舒服了。听说你认了个妹子，我没什么好东西，做了几张帕子，晚上能去你家做客吗？见外了不是？村里人都能来啊，还要我挨个下请帖的吗？哎，你来就是了，不来我还不高兴呢。姑娘，你真是好人，可惜了。咱们女子命苦，嫁了人就是一辈子，梁老大又是那个样子，你不该跟我一样守活寡的。
这个嘛，我还年纪小，不懂这些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别着凉了，熬点姜水，夏天也得预防着凉了。那我走了，你也回吧。好寡妇一脸惋惜的走了。温竹清看着河里，眼底闪过了杀意，再次跳了下去。温竹清顺着刚才的阴气找过去，在一个石头底下找到了一缕阴魂。别杀我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不找替身，我就得日日体会一遍窒息而死的痛苦。你们这些道士、和尚、阎王判官，只想着灭掉我们，就没想过对我们何其不公吗？温竹清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这个问题他也没法回答。一张符纸先把他给收了，免得害人，先上岸再说。能够形成厉鬼需要很苛刻的条件，不是每一个落水的都会形成水鬼，大多数都会被亲人找到尸骨，做了法事好好安葬，照样是能投胎的。变成厉鬼的就是没有亲人收尸，河水阴气重，死者心有不甘，怨气重，渐渐的呢就有了意识。有了意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会一日日的重复溺死的过程。找替身是一种解脱，当然也有运气好的遇到高人超度去投胎重新做人的，这就得看着鬼的机缘了。温竹清回家换了衣服，暂时还没有处理水鬼，得等晚上开了鬼门关才好送他走。家里非常的热闹，陈婶子、梁四九的婆娘、儿媳妇都过来帮忙了，对温桑桑很是好奇。哎，温姑娘，哪儿找来这么标准的妹子呀？都别这么看我妹子，我妹子害羞了，别管哪找的，跟我有缘就是我家人了。婶子们多照顾我妹子啊，她面嫩，不许欺负她。怎么会欺负她呀？我们还怕你收拾我们呢。温桑桑腼腆的笑着跟大家说话，挺喜欢这样的热闹的。任清燕很是正式，温桑桑行礼，温姐姐、姐夫请喝茶。温竹清喝了茶，给了他一个玉牌护身符，姐姐只希望你余生平安顺遂，幸福安康。谢谢姐姐，姐姐对桑桑乃是再造之恩，桑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。梁正远没有送礼物，他们夫妻一体，温竹清的就是他的。桑桑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也有个伴儿了。又见了族里的一些族老，得了几个红包，不多，几文钱，是个心意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讲，我家决定开个作坊，谁有心来作坊做事的，明天来找我，不拘男女，勤快麻利就好。每个月300文钱的薪水，一家聘用1个人。梁正远话音一落，村里人立马就把心思放到了作坊上。300文的薪水啊，这可了不得了。有手艺的木匠、石匠、泥瓦匠，一日也不过是20文的薪水，活还不稳定。这一个月300文，那可已经是很高的薪水了。还想打听什么？梁正远说道：“都吃饭，这个事儿明天再说。”众人只好按耐住心中的激动，跟家里人商议谁来做工比较的合适。梁正远一家只要1个，也是为了照顾村里人，每家都能赚到钱，也就不会造成什么贫富差距滋生矛盾。吃饱喝足，各回各家，剩下的饭菜也都让各家打包回去，不存在浪费。温竹清让梁正远收拾家里，自己去了河边，先把水鬼给超度送走了。放出水鬼，我开了鬼门关，超度了你，看在你没有伤了人命，身上没有罪孽，来生还能做个人的，去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不想投胎，我还有心愿未了呢。什么心愿？我可跟你讲啊，别跟我耍心眼儿。超度是你本分，不超度你灭了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讲条件。我知道你们这些修行中人多厉害呀，生死都在你们一念之间，我早看透了。去，别废话，说正事。我就想知道我怎么死的。不是淹死的吗？我的意思是谁害的我？我是下洼村人，家里有媳妇儿，有孩子，还有守寡的母亲，家里种着10多亩地，勉强能吃饱肚子。我死得不明不白的，感觉被人扔进河里。我想知道我家里人怎么样了，我媳妇儿有没有改嫁，我母亲还活着吗？有没有善终啊？水鬼终于是露出了几分的悲哀。
他要是找到替身，就可以脱离河水，回家看看。夏娃村啊，行，我帮你去看看，今晚上就不超度你了，安生点。温竹清收了符纸，忍不住的叹息，他怎么就这么善良呢？又给自个儿找了一桩麻烦。回到家，梁正远正等他呢。回来了。你怎么不睡？不看到你平安回来，我睡不着啊，毕竟你是我的娘子啊。多谢关心，去睡吧。哎，阿青，我想跟你说，咱们住在一个家里，希望有事儿能一起面对。我虽然不懂风水玄学，能听你说说你的麻烦，帮你出出主意什么的，才不会觉得我是个废人。你做的挺好的，家里都是你操心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也跟你商量商量，咱们家是不是需要多几个下人？你看，你要管着作坊，家里这么多人吃喝洗漱的，总不能都让蔡大娘做吧？她都那么大年纪了，应该养老，管着人做事儿就好，没必要什么都亲自做。还找几个看门的，姑娘也大了，谁都来家里看，也不像样子。阿青说的对，那明天咱们去县里挑几个下人买回来。明天不行，明天是梁镇长迁坟的日子，我得去盯着，没什么意外就后天吧。我陪着你一起吧，跑个腿打个下手也行，我在家里挺无聊的。行吧，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别以为你是我丈夫就可以指挥我做事儿了，别跟我扯什么三从四德的，男人才是一家之主，把我惹烦了，丢你去山里喂狼，我觉得当个寡妇也挺好。梁正元眼神幽怨，他就这么狠心啊？你听话，我当然会罩着你了，懂？梁正远不再说话，回去收拾东西。温竹清耸了耸肩，这人嘴巴不够甜，不够动，真是无趣。翌日，梁勇早早的就过来接了他，只是这次呢，梁正元也要跟着，就有一些意外。你男人能站起来了？是啊，不要小瞧我的医术，我最大的本事可不是看风水，做白事，埋死人，医术玄术才是我的真本事啊！哎呀，温姑娘厉害，在下佩服。可以走了吗？可以了，走吧。浩浩荡荡的去了山里，一路无话。温竹清画好了棺材的位置，让几个年轻人开始挖坑。你先祖的遗骨都迁过来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山脚下，按照温姑娘的吩咐，用黑色的布做成的凉棚遮挡，不会被日头晒着了。那就好，打扰先人安宁本来就是不孝，让先人们饱受烈日灼烧之痛，别说保佑子孙了，恨不得拉着你们去底下好好教训你们呢。温姑娘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说的对，我是喜欢逗乐子，人生皆苦啊，日子都这么苦了，不给自己找点乐子，活着多无趣。哦，对了，梁镇长，九峰山的山贼还跑了一个2当家的和4当家的，你在镇子里这么久了，可知道一点内幕消息吗？梁勇的眼神闪了闪，我只是个镇长，不跟这些山匪流寇来往的，怎么会知道呢？也是，我也是随口一问。大热天的，10多个小伙子也得挖上大半天。陈道长趁机过来献殷勤。姑娘，我有点修炼上的困惑，和姑娘请教，还请赐教啊。你是我徒子徒孙呐，我干嘛要教你啊？让你学会了继续祸害人的吗？贫道也是被生活所困，这不是想学点正宗的道术，将来多做好事儿，赚取功德来补偿的吗？你呀，咱们修道中人，饿死不能做亏心事，生活的困窘只是磨练的一部分，你都受不了，趁早还俗。你要是这么混下去，晚年更凄凉。你做善事赚取功德是好事，可是被你坑害了的人，他们的伤害已经造成了，这就是孽债，怎么还？我也知道的，这不是后悔了吗？求姑娘给指条明路吧。难，天意不可违。说实话，我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也难教你什么。你有悔过之心也是好的，想怎么走，遵从本心吧。听姑娘一言，振聋发聩，贫道知晓该怎么做了。姑娘，如果有贫道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可否请姑娘帮忙啊？有功德有银子都好说。贫道懂了，就此告辞，后会有期。陈道长，怎么要走呢？
这儿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。梁镇长，一事不烦二主，你既然让我接手，就让他走。道门规矩，没有2家服务一个主顾的。你有什么跟我讲，我定会让你满意。我不是怕姑娘辛苦吗？让主顾满意，服务至上，多辛苦都是应该的。陈道长趁机脱身，温姑娘仁慈，这是帮他呢。梁勇无奈，看温竹清的态度，留下陈道长，他就敢撂挑子不干了。天热，为夫给你扇扇吧。梁正远不知道从哪儿取出了一把折扇，给他扇着风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的。温竹清就打了一个盹。梁勇待不住，去跟属下说着什么。温竹清貌似无意，把一张符纸贴在了耳朵上，听清楚了他们的谈话，眉头挑了一下，这个人还真是恶毒呢。打了一个哈欠，悠悠地醒过来。你会打猎吗？守着山林子，抓点野味来尝尝。会的，我当兵的时候经常打猎。你想吃什么？哼，我能点菜啊。你猎着什么吃什么，我不挑食。好，我打一头野山羊回来吃，在家吃不得羊肉，出来偷偷打打牙祭。这个行，你要是有本事打来山羊，我给你一份好礼物。行，那我去了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温竹清脸黑了。梁正远，你放肆了！他已经哈哈笑着走了。梁勇回来，警惕地问道：“你男人呢？”我让他打点野味啊。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环境，适合野炊啊。不吃点烤肉，可惜了。哦，姑娘想吃野味，我让下人去打。哪能劳烦你夫君呢？他闲着也是闲着，练练手，不用跟我们客气的。温竹清这么说，梁勇也不好说什么，就跟他一块儿等着。不大一会儿，温竹清又开始打盹，梁勇的眼神变得阴沉，冷笑不断。午饭就吃了一点干粮，随便垫垫。到了半下午4、5点钟的时候，终于是把所有的坑都给挖好了。温竹清也睡饱了，起身开始干活，做了法事，烧了纸钱，指挥着众人小心地安葬好了棺材，然后是准备好的墓碑。梁镇长挨个的磕头，摆好酒水贡品，这坟呢就算是迁好了。温姑娘，太感谢了啊！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下山，我已经准备好酒菜了，请你赏个脸，好好招待一下。你男人还没回来呢，要不派人去找找？是啊，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，这人干啥啥不行，真是让人操心。别被山里的猛兽给祸害了吧？那我可得守寡了。早知道不带他出门了。梁勇，这姑娘怎么有点盼着守寡的意思呢？扛着山羊回来的梁正元有一些牙酸，听着守寡这个词儿，心里头就怪不舒服的。我回来了，脸色有一些臭。追他可不容易了，累死了。不过阿青想吃羊肉，为夫多累都值得。辛苦辛苦啊！待会儿我亲自下厨，给你做好吃的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下山准备了。温姑娘，山下准备了宅子，不如就此休息一晚上，大晚上赶路很危险的。哼，梁镇长盛情难却，我们就叨扰了。请。梁正远跟他一块儿去了山下的宅子，是普通的农家院子，可以遮风挡雨，却算不上有多么的豪华。院子里面有水井，取水做饭也方便一些。温竹清兴致勃勃地串着羊肉串，炖羊汤，收拾羊肚、内脏。梁正远跟着打下手，做这些竟然还挺熟练的。梁勇没话找话：梁兄，你在家也下厨做饭吗？以前当兵的时候，犯错挨罚都是当火头兵，这些活我也会一些，只是做得不好，寻常吃时勉强能下咽。原来如此，那也挺好。温竹清还让梁镇长找了一些面粉来，用羊油做了油酥，烙了许多的酥油饼子，闻着比羊肉都香呢。温姑娘竟然做的一手好饭菜，这饼子能尝尝吗？趁热吃啊，凉了还不好吃呢。给你的下人们也分了一些，我做了很多的，我就喜欢大家喜欢吃我做的饭菜，很有成就感，这是大家认可我的厨艺啊，千万别客气。羊汤也好了，泡着饼子喝口汤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梁勇怂恿梁正远先吃，梁兄也饿了，一起吃啊。好，一起啊。阿青，你也先垫垫肚子，别累着了。温竹清也没客气，吃饱喝足，梁勇他们这才放心起来，一大锅的羊汤都给喝完了。温竹清冷笑：哼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耽误了这么久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梁勇让人送来了酒水，我敬两位啊，今天真是辛苦了。梁镇长客气了，
为主顾服务，应该的。温竹清喝了一碗，梁正远都没有来得及阻止。女孩子怎么能喝酒呢？你这说的可不对啊！女人喝起酒来不比男人差，酒量大小不看男女，看体质的。我们修道中人与鬼怪邪祟打交道，阴气重，喝点酒对身体好的。梁镇长，我敬你啊！有了这么好的祖坟，将来飞黄腾达，记得积德行善，富贵才能长久。哎呀，温姑娘所言极是，在下一定照办。今儿还有几位客人想见见温姑娘。什么客人？给我介绍生意的吗？见吧，哪儿呢？都进来吧，好好跟温姑娘喝顿酒，好送他们上路。梁正远立马就警惕起来。你想做什么？外面走进来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温竹清在梁家见过的那个书生打扮的中年人，一股子斯文败类的味道。其他几个脸生都阴冷的狞笑着。温姑娘，温大师久仰大名，我等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折在了一个小姑娘手里，早就想见见你了。梁镇长，你竟然和山匪勾结！温竹清倒是面色不变，只是静静的喝酒，清冷从容。你说错了，我可不是勾结山匪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山匪。没想到吧，姓温的小蹄子，今儿可是你自投罗网，别怪老子心狠手辣。梁正元想站起来，却觉得浑身发软，脚下无力。你给我们下药了？谁让你有位厉害的娘子呢？这个药是做烈性的蒙汗药，牛马都受不住。你们现在除了眼珠子能动，哪儿都动不了。梁正远担心的看了温竹清一眼，他云淡风轻的，没有焦虑，这心啊也就跟着冷静下来，莫名的觉得温竹清会有法子。梁镇长，你就是四当家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也不跟你卖关子。这位是二当家的，我是老四，大当家的是我亲哥哥。你知道这些，死也瞑目了吧？这么说，你们剩下的人都在这儿了。山上坟墓里埋的是大当家的祖宗。是啊，只可惜大哥看不到了，没法享受王侯富贵，只能我这个做弟弟的替他好好活着了。我猜的也不冤，抓走我孩子的人也是你，对不对？哼，是啊，谁让你多管闲事儿？不过呢，你要是想活着，也可以求求我，做我的夫人吧。啊，咱们联手共享富贵，到时候有你的风水玄术帮我，我呢有钱有人，何愁富贵全是啊？啊，你这心胸小了，我要是辅佐你，最起码也得当个皇帝，公侯万代也值得我出手。梁勇呼吸急促，你能帮我做皇帝？当然了，找个龙脉安葬你的祖宗们，对风水师来讲不算难事儿。阿青，不可，这是大逆不道，是要天打雷劈的。哎，别这么紧张啊！皇帝轮流做，今年到我家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命都没了，我还管什么忠君爱国啊？哎呀，你这小娘子越来越合我心意了。梁兄啊，可惜呀，你竟然不能人道，还折辱温姑娘给你做续弦。温姑娘值得更好的。温姑娘，以后跟着我，咱们共享富贵。那你给我解药吧。一提这个，梁勇就有一些犹豫了。他要是能够行动自如，还会听自己的话吗？二当家的看着他们说了这么大会儿，终于是到了他上场了。不如这样，今晚上四夫人和四当家的入了洞房，以后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至于你前夫和孩子们，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，不会委屈了他们。温竹清一挑眉，不愧是二当家的，阴损毒辣，出的主意都这么的损，夺走自己的清白，又抓了孩子们做人质，不怕自己不听话。这个主意好啊，温姑娘意下如何？哼，不如何，吃饱了有点撑，逗你们玩呢，你们还真当真了呀？阿青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长得歪瓜裂枣的，年纪这么大，一个个老帮菜了，还想娶我这个16岁的小姑娘，你们咋这么不要脸？
这么敢想呢？还做梦当皇帝呢？当个太监我都嫌你们磕碜了，可醒醒吧！你耍老子！才知道啊，许你对我起了杀心，又是下药，又是挟持我的，不许我戏耍你，逗逗闷子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今儿非得把你给睡了，看你还嘴硬！就你这身子，虚的还不如我家梁正远呢，还想睡我？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不吃点药你行吗？梁勇一噎，梁正远也是红了脸。阿青，你大可不必拿我和他比的，你没有中毒。区区迷药，我要是都能中招，切，白混这么多年了。梁勇气得抽刀子放到他脖子上，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路。恼羞成怒了，没事儿，你扛，尽管来，姑奶奶怕你啊。你要是不敢动手，你就是我孙子，给姑奶奶磕头吧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吗？慢着，他肯定有后手，你做了什么？不愧是二当家的，比你这种没脑子的强多了。你以为姑奶奶辛辛苦苦给你们做饭，不加点料的吗？可是你们也吃了呀。温竹清都不想跟蠢货解释，他自己的毒能不吃解药吗？温姑娘，佩服啊，你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既然二当家的都露面了，我也开诚布公。我剿匪下山，梁镇长就来找我，我就看出来他跟山匪有关系，只是没想到会是四当家的。今日的一切也都是我早有准备，你们输的不冤枉。你要如何才会放过我们？梁勇也怕了，这女的也太邪门了，他斗不过她。说你蠢，你还不承认？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放过你。你这种人恶贯满盈，一身的孽债，还想享受公侯万代，老天爷都不答应。温姑娘，咱们那点仇怨不算什么，我们山寨都没了，会在你手里。这样，四当家的交给你，你放我走，我给你5000两银子，买我们剩下的这些兄弟的命。老二，你怎么敢？谁让你蠢，造成现在的局面？死了你一个人，救了剩下的兄弟，你死的也值了。我得为山寨最后的兄弟们负责。二当家的能屈能伸，佩服。不过这个我做不了主，虽然我很想要你的5000两银子。许县令，听了这么久的墙角，也该露露脸，跟2位当家的打声招呼吧。山匪们大惊失色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对对的差役来。许县令和师爷、捕头严云海，还有一位武将打扮的中年人，带着无数的士兵，这乃是地方守备，管着一县的驻军。朝廷是封了千户的职位的。县衙的捕头对付老百姓还行，对付穷凶极恶的山贼，许县令就请了军队出面。这下子他们是逃无可逃。2位当家的面如白纸。姓温的，你阴老子！老子今儿死也拉着你上路！阿青，小心了！梁正远下意识的就想拉着温竹清护在身后，温竹清却是纹丝不动，没有拉动。这下子就尴尬了。梁正远终于知道了自己现在是多么的弱小，娘子又有多么的强大。温竹清伸手弹出了一根银针，正中梁勇的手腕，长刀落到地上，眼神不屑。就这点本事，还妄图跟自个儿同归于尽呢？温竹清如此的不屑，梁勇气急败坏，看到梁正远扑上去就想抓住他，弄不死温竹清，让他守寡也好啊。结果温竹清伸脚绊了他一下，没有扑到人，反而给跪下了。不年不节的，行什么大礼啊？也没准备好红包给你啊，白磕头了。这2口子都有毒吧？捆了，带走。许县令一挥手，心情愉悦。这次山匪是彻底的一网打尽了，剩下的2个当家的也落了网。这么大的功劳，皇上肯定得嘉奖自己，美滋滋。人都抓走了，院子里也就清静下来。许县令辛苦了，诸位大人辛苦，剩下不少羊肉，吃点宵夜吧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温竹清起身去炖了羊杂汤，羊肉串烤起来，油滋滋的，香味四溢。许县令等人的肚子都不自觉的打鼓，羊肉不够多，每个人也就只够尝尝味道。好在还剩下不少的饼子，配着羊杂汤，哄饱了一个肚子。温姑娘多才多艺，这手艺不输给酒楼的大厨啊！正阳老弟，你好福气啊，可得好好的对温姑娘。要是敢欺负她，本官都不答应的。县令大人说的对，我们家有了阿青，才有了一个家的样子。我肯定会珍惜阿青的，好好待她。这是你应该做的。他敢欺负自己，分分钟就逼着他写了和离书，立马走人。老娘还不伺候了呢。
只是舍不得小五和小满，大不了就带走呗。刚才我等听到温姑娘说什么皇帝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过年，这种话可是大逆不道啊，忤逆犯上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温姑娘少不得一顿板子。气氛一下子僵硬下来。不至于啊，温姑娘是权宜之计，和山贼周旋并无此意。温姑娘，郑元老弟，这位是咱们县里的赵千户，管着一县的上千军马，县里的安危都靠着赵千户来守护呢。职责所在，应该的。许大人，不是本千户看不惯你，你跟一个农夫称兄道弟的，有失身份了。许县令的脸色不好了，这赵千户什么意思啊？要对温姑娘不利吗？温竹清啃着烤羊排，脸色不变。梁正元给他倒了一杯茶，解解腻。晚上吃这么多，肠胃受不了。两人都好像没听到赵千户的刁难一样，这让赵千户很是不爽。你们没听到本千户的话吗？听到了，继续啊！我也听听你还能给我扣多少帽子？是不是把我也说成山贼同伙？毕竟那墓葬还是我给点的穴呢。赵千户有一些异动，官字两张口，他还真就能这么说呢。赵千户，使不得呀！温姑娘帮了本县大忙呢，咱们能有今日的功劳，都是温姑娘帮忙，万万不可过河拆桥，忘恩负义啊！许大人，你这么说，本千户可不赞同。说不定这女人才是山匪最大的头目呢。你，许县令给气的呀，都说不出话来，后悔带着赵千户来了。温竹清吃饱喝足，终于是认真的打量起赵千户。唇薄，鼻子尖，双耳窄小，额头窄短，一脸的小人相，身有血色，沾染冤孽。这位赵千户，你做那么多亏心事儿，还敢来惹帝师，你是嫌命长了吗？你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本千户现在就斩杀于你？你敢对我抽刀子，我让你有无数种死法，每一种都凄惨无比，还查不到我身上来。不信你试试。赵千户愤怒之中夹杂着畏惧，这女人确实邪门。许大人，你就不管管吗？我怎么管？赵千户，你会听我的吗？温姑娘以身犯险，梁正远冒死来县衙报信，他们夫妻都是侠义心肠，忠勇可嘉，我会如实禀告皇上的，包括赵千户今日所为。温竹清挺满意许县令的刚正不阿，是个好官，帮他也高兴。只是这个赵千户嘛，就敬谢不敏，以后他倒霉可别来找自己。行，许大人，在下先告辞了，犯人我也押走了。哎，你这是抢功呢，那犯人也有本官的功劳，你只是来壮壮声势，就把人都带走了，吃相别他难看。哼，没有本千户出人，你能拿下这么多山匪吗？许县令，你已经有这么多功劳了，不差这一点吧？今日就当是赵某欠你一个人情，改天请你喝酒。无耻之极，本官定会参你一本。许县令气得直哆嗦，也拿这个兵痞子没法子，看着他们押着人离开，气得都肝疼。算了，这种小人能看清他的嘴脸，以后远着点。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为这种人生气也犯不上。那些余孽给他，也得他吃得下。大晚上的就要赶路，也不怕路上出点什么事儿，真是胆肥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夜间可是诸多鬼魅邪祟活跃的时候，这个时辰赶路，遇到能力强的，全灭了他们，那都有可能。温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赵千户会有意外？我只是说有可能，这里山多林密，夜里可不是赶路的好时候。不说他了，咱们也早点睡了，累了一天，困死了。那好吧。许县令无奈叹息，也是累极了，沾着枕头就睡着了。一夜无话，倒是没听到出事的消息。许县令松了一口气，跟温竹清一起赶路，在岔路口分开。温竹清与梁正远回家，许县令回县衙。每次离开都觉得家里面格外的亲切，蔡大娘做的饭菜格外的好吃。下洼村在哪儿啊？陈婶子来家里面送些菜，温竹清拉着她问道。她先处理了水鬼的事情。宋巧娘眼神一闪，低下头来，有一些胆怯。下洼村呢，离咱们村10多里地，不是很远。你去那儿做什么？有点事儿。咱们村有下洼村的媳妇儿吗？有的，梁三福家的媳妇儿就是下洼村的，我跟他也熟悉，我让他来找你。不了，我去找他，咱们也串个门子，
打听一些事儿。温竹清拿了一点糖果点心，一小坛子的酒。初次去人家家里面，空着手也不好。到了梁三福家，三福媳妇儿在家吗？在。陈婶子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阿青找你。哎呦，温姑娘，你这来就来吧，拿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家三福给你家干活，赚了不少的银钱呢，家里的日子都宽松多了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谢你呢。你们劳动所得，应该的，谈不上什么谢不谢的。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们下洼村有个叫常大友的，你知道吗？常大友啊？你怎么会问他呀？三福媳妇儿脸色一变，这可是个死人呢。我知道他是个死人，你直说就好。好吧，常大友这个人呢，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坏，比我年纪大了很多。按照辈分，我得喊他一声叔爷爷呢。他都死了有20来年了吧？是淹死的，喝多了自个儿滑到了河里，找尸首都找了很久才找到呢。哦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老娘肯定不在了吧？不，还在呢。他老娘倒是身子果硬了，他还有俩兄弟呢，跟着弟弟们过。不过我上次回娘家已经糊涂了，不大认得人了，也就这几年的事儿。那么他媳妇儿孩子呢？改嫁了呀，不然怎么活呀？寡妇的日子可不好过，俩孩子呢，他媳妇儿也养不起，他弟弟们也不想家里面添张嘴，能养老娘就不错了，还能养侄儿侄女啊。那么他媳妇儿改嫁到哪里了？能打听到吗？这个得问问他弟弟家里。你下午能陪着我去走一趟吗？不瞒你说，常大友死得糊涂，放不下媳妇儿孩子，化解了执念，才好去投胎。三福媳妇儿打了一个哆嗦，知道温竹清能够见到鬼，还是忍不住的害怕。三福嫂子，你也别怕，帮鬼完成心愿，送他投胎也是功德，这是做善事呢。这样啊，那行，我陪着你去。三福嫂子也没那么害怕了，跟着他呢，怕啥呀？温竹清与他约好，告辞回家。家里竟然有很多的人，都是来应聘伙计的。温竹清没操心，都让梁正远去处理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经过回廊的时候，程勇拦住了他。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可别迁怒我家老大呀。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我哪里迁怒你家老大了？这是你道歉的态度吗？我可跟你讲啊，我能让你在我家吃我的住我的，给你养伤，都是看你拼死护着孩子们一场，才不跟你计较。你要作死来惹我，看我敢不敢把你丢出去。梁正远敢不敢为了你个蠢下属跟我翻脸？你还没说迁怒，我家老大何等人才，竟然做这些商贾建业，他有多厉害，多了不起，你根本不知道啊。对啊，我就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他是我夫君，他不想吃白饭，想为这个家做点事儿。你说商贾是建业，那你别找商贾买东西，你吃的药用的药膏哪样不是买的？我发现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呢，谁给这么大的底气敢这样跟我说话的？随便你怎么折腾我都没关系，我就是心疼我家老大呀。滚，好狗别挡路，别以为我不打伤员，这话你跟梁正远说去，我忙着呢，别来烦我。一点儿也不温柔，怎么做老大的夫人呢？温竹清不想搭理神经病一样的程勇，下午跟三福嫂子去了下洼村，找到了水鬼的弟弟和老娘，得知了他的来意，加上带着的礼物，水鬼弟弟也没隐瞒，说道：我大嫂带着一儿一女嫁给他娘家的远房表弟了，后来就没联系，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。至于我大哥的死也是意外，平时也没什么仇人呢，不该被人报复的。那你嫂子娘家的地址你能给我吗？你哥哥惦记孩子，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，也了个心愿。可以，姑娘心善，多谢了。水鬼媳妇娘家离得挺远的，得翻过一座山。说来也巧，竟然和温竹清的原主是邻村的，也没在意，路远只能是明天再去了，就打道回府了。刚到家就看到严捕头在院子里，梁正远招呼他，两人都是脸色凝重。捕头，出什么事了？出大事了！昨晚上赵千户回去的时候，不知发什么疯，突然把山匪都给杀光了，一个个都是割喉而死，场面极其残忍。虽然是山匪余孽，可是还没有到大牢，没有审讯，这事儿可不好办呐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非要连夜走人，人也是他杀的，你们县令大人处置呗。我们大人已经上报府衙，这事儿有些奇怪，有些人死了之后，鲜血都流干了，地上竟然没有多少血，而且尸体都干枯的像是脱了水一样，仵作都吓死了，从未见过这等尸首。这倒是稀罕，我跟你去看看。我陪你去吧，天色这么晚不安全。不，你在家照顾孩子们，
家里不能没有人的，我自己可以。温竹清拒绝，除非实在是回不来，不管父亲母亲，家里都得留一个人，孩子才能够有安全感，这是对孩子们负责。梁正远抿着唇，只好收拾了干粮水壶，送他们出门。多加小心。温竹清摆了摆手，不喜欢磨磨唧唧的，让梁正远更加的心塞了。老大，他又出门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，还嫌我不够没用吗？程勇无语，敢于承认自己不如媳妇儿。他们老大也是厉害，没搭理程勇。梁正远去后院练武场练武了，丹田的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梁正远迫不及待的想要变强。且说温竹清跟着严捕头到了义庄，山贼们的尸体都安置在这儿。这个护身符给你，义庄阴气重，容易有脏东西。谢温姑娘。有了符纸，心里多了一些安全感。温竹清打开棺材，是梁勇的那张脸，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，肉皮子贴在骨头上，双眼就剩下干巴巴的眼珠子凹陷在眼窝里，浑身一点的血液都没了。翻开他的脖子，没有血洞，只有着一道刀疤，差点把脖子都给砍掉了。其他的尸体也是一样。温竹清蹙眉，是僵尸所为吗？温姑娘怎么样了？线索太少了，需要问问鬼了。啊，问鬼？是啊，如果鬼都没有了，那么事情就严重了。这个东西不仅吸血，还吸人魂魄，就不是我能处理的了。好吧，那你问吧。严捕头打哆嗦，为了面子，强忍着站直了身体，可不能让温姑娘看了笑话呀。温竹清打出了手印，念叨着复杂而古老的咒语，一声令下，所有的魂魄都飘了起来。严站长，怎么又见面了哈？姓温的，我死了你都不放过我，什么仇什么怨，你要这么对我呀？哼，你真是高看你了，我还不至于那么小气的。你们看看自己的尸体，想想怎么死的吧。哈，我们的尸体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鬼魂们吓得乱窜，严捕头终于是撑不住了，他晕了过去。都想起来了吗？怎么死的？是那个千户杀了我们，但是我倒下的时候，感觉地上一股股的吸力，我的血流得很快呀。我也是啊，谁那么缺德，死人的血都不放过？别让老子找到他，灭了他全家！到底是山匪，死了都是一股子的戾气。突然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这大半夜的，谁会来义庄这样的鬼地方啊？温竹清找一个角落盯着门口，那些山贼们的鬼魂也都是一样的好奇，与温竹清一样的盯着门口看去。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迈步走进来，接着呢，又进来2个人，3个人站好了，其中一个人像是首领，看着满屋子的棺材，一阵的沉默。大人，赶紧的吧，那么多尸体，搜查也得好半天呢，别被人看见了。怕什么？大半夜的，谁会来这儿？鬼影子都没有一个呢。温竹清笑了笑，鬼影子可不止一个呀。干活吧，仔细着点儿。这些个山贼死有余辜，本官可是替天行道，只可惜动手太早，坏了规矩。上面责怪下来，本官也难做。趁着刚送到这儿，把他们的钱财都摸出来，本官也有钱能上下打点点儿，手脚干净点啊！让我知道你们私吞，你们也留在这儿陪他们吧。温竹清的嘴角扯了扯，哼，竟然是赵千户，这人胆子还挺大呀，真是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嘿，找到了，这孙子还真是可以啊，藏在鞋子里呢，还是银票子100两呢。其中一个阴魂激动起来，那是他的私房钱呢。这就是了，鞋底子、裤裆里、衣服的边边角角，还有头发里，都有可能藏着银票呢。这些山匪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，钱都随身带着，肯定不少。那个二当家的一张嘴就给5000两银子，赵千户从一开始就惦记着他们的钱财来了，刁难温竹清也是想要趁机带走这些人，先下手为强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啊？他没看见一个鬼对着他的脖子吹冷气呢，回去之后只怕都得大病一场。这些个鬼都很虚弱，奈何不了他们几个人，他们又是一身的血腥气，鬼都怕上3分，想报仇都做不了。温姑娘，你帮我教训他们。我告诉你，我的银子都藏在哪儿了，有5万两银子，各种金玉珠宝都送你了。我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姘头住在县里，叫小柳红的，你给他1000两银子，让他改嫁吧，就说是詹世成给他的，对不住他了。行，成交，不需要我出手，你们自己来吧。人吓人吓死人的，鬼吓人也一样。温竹清也看不惯这个赵千户，手指挥动，给他们贴上了一张开眼符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看得清楚。
3个人搜查的正起劲儿呢，突然就觉得吧，有哪儿不对劲儿，身后好像多了什么东西，下意识的回头，看到的就是一个满屋子阴魂乱窜。鬼啊！你们别过来！不是我们杀的你，都是我们大人是他动的手。吓得赵千户丢下属下就跑了。等等我们的大人！一场闹剧终于是结束了，山匪们也安静了下来，浓浓的悲伤与不舍，温竹清都能感觉到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们走上这条不归路，今日这个结局也该有预料的。来世如果能做人，好好珍惜吧。温竹清掐出法印，打开了鬼门关，送他们进去了。终于安静下来，二当家的已经把埋藏财宝的地方打进了他的脑子里，反正这死了也带不走，只能是便宜他了。屋子里被翻得不成样子，温竹清不想收拾这些个尸体，把严捕头给叫醒了。喂，干活吧！刚才赵千户来了，想搜身，要这些尸体身上的银钱。死人都不放过，这个姓赵的吃相太难看了。人家这是不放过一点发财的机会，现在这个机会给你了，你把他们尸身都收好，钱财你收着吧，怎么分配你看着办。我要回去睡觉了。我不敢的。没事儿，鬼魂已经送走了。这桩案子非人为的，朝廷有没有那种特殊部门啊？有的，天机处隶属于钦天监，是国师负责的。我会让大人上报，请上面人来调查。这样最好。我可不想沾染大麻烦，我现在的本事还很菜呢。你们普通人觉得挺厉害的，在真正的高手面前，我就是个小菜鸡。严捕头一噎，不带这么说自己的呀。那温姑娘，你能陪着我吗？严捕头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，哪怕知道没有鬼，这么多的尸体那也瘆得慌啊。行吧，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心软。严捕头是真心感谢温竹清，只要站在这儿就有着浓浓的安全感。这次搜身收获还不小呢，竟然有着500多两的银子。太多了，都给我呀。你分给底下弟兄们一些，他们也辛苦了，剩下的看谁家需要帮助，接济一下，多做善事，对你也有好处的。我看你身上沾染了不少的血气，抓捕犯人也没少见血，总会有意外发生。你这会儿也挺危险，多积攒功德，关键时刻能救命的。好，我会的，辛苦温姑娘，这50两你收着吧。行，我收下了，你放心了吧？严捕头笑笑，有一些尴尬。他不收，自己确实不敢拿那么多呀。温竹清也明白，他辛苦了一晚上，又是超度鬼魂，又是斗活人的，收点报酬那也应该。收拾好，已经是天亮了。温竹清拒绝了严捕头相送，独自回家。清晨的林间空气格外的清幽，处处是鸟语声，听着心旷神怡。温竹清路过梁勇家的祖坟，忍不住过去看一看。现在梁勇家里的人都死光了，这个风水宝地倒是便宜他们家先祖了。温竹清看着看着，感觉有一些不对劲儿，蹙着眉检查了许久，也没有人来过呀。风吹过，温竹清好像闻到了淡淡的腥臭味，却是又找不到根源，只好是先带着疑惑回家了，随后再过来看看吧。他不知道自己刚走，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林子里，幽深的眼眸满是血色，呼呼地喷出腥臭气，脸色清白，面目俊朗。如果不看眼睛的话，只像是一个病重之人。人影很快的又消失了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温竹清回家的时候，经过镇子上，想着给孩子们买点吃的用的，也给自己买点鞋子。最近跑的路多，鞋子就废得快。温竹清买了鞋子，顺便给温桑桑扯了2身衣服，一匹白棉布做卸衣卸裤穿的。柜台上还放着一些布条子缝制的东西。温竹清不大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呀？姑娘，你多大了？来癸水了吗？温竹清如遭雷劈，他忘了一件大事儿，竟然没有来例假，这是月事带呀！糟了，这没有卫生棉的古代，例假该怎么办呢？除了月事带，你们这儿没有别的东西能用了吗？掌柜的指了指角落里的废布头子，有的买这些用，几文钱就给拿走了。讲究的会用棉花，那是大户人家，乡下人大多用的是月事带、草木灰。多谢，我买2个吧。如果找不到替代的东西，那就只能先这么用了。草木灰其实是很干净的，只是觉得很别扭。突然就开始羡慕男人了，
不用每个月来例假，多方便呢。温竹清带着这样的遗憾走出了铺子。下辈子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想做个男人，东西塞进了荷包里，有空间浮在，多少都能装得下，浑身轻松，继续逛一逛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梁镇长是山匪四当家的呢？谁能想到，他藏得这么深？可不是嘛，怪不得那伙山贼一直都消灭不了，原来是有内贼啊！哎呦，这吸了梁勇那些小妾们，官府会如何处置啊？肯定是卖给教坊司啊！县里的教坊司都是犯官的家属下人，可怜什么？这些姨太太吃香的喝辣的这么多年，享福享够了。温竹清心中一沉，想起梁勇的姨太太乔氏，还有他亲手接生的那个女娃，这要是都给卖到了教坊司，那他们一生就彻底的毁了。温竹清不后悔剿灭山匪，确实也同情乔氏。想着梁勇家的女眷们，就看到官差在抄家。以往养尊处优的姨太太们都只穿着亵衣，被百姓们指指点点。温竹清也看到了乔氏，他抱着孩子，满脸的惶恐无助。突然，他看到了温竹清，顿时涌现出了勇气，跑出来跪下：“温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你把孩子带走吧，不管大人做了什么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了！我来生一定当牛做马的伺候您啊！”众人都看着温竹清，官差都听过他的名字，就没有抽打乔氏，等着温竹清做出决断。温竹清最终心中不忍：“好，我先替你照顾孩子，县令大人那里我会帮你求情的。”谢谢你了。温竹清接过了孩子，乔姨娘终于是放心了。现在她哪怕马上死了，也能瞑目了。是你害死了我家老爷，你个丧良心的小蹄子！老娘我打死你！温竹清没动弹，官差先一鞭子抽了上去。还敢放血！姓梁的死有余辜，他是山贼，温姑娘替天行道，你是他的原配，罪责相等。哼，你就等着被砍头吧。温竹清转身就走了，不理会他怎么发疯，心中也有一些迷茫。对于百姓来说，山匪们死有余辜，可是对于梁家的女眷来说，男人的罪孽落到他们的身上，他们也很无辜，下场凄惨，并没有纠结这个问题。万事没有绝对的完美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时了，蔡大娘看到他抱着个孩子，很是惊讶。哎呦，这谁家孩子呀？温竹清想了想，没说实话。是捡来的，女孩子估计也是家里不待见，丢在路边了。哎呀，天杀的，真是心狠！自己不是女人吗？这么作践女儿，迟早得遭报应。大娘说的对啊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要是世间的女人都这么想，也就没那么多可怜的女娃娃了。正好还有羊奶呢，我给热一热，喂喂孩子。哎呀，饿坏了都，哭都没力气。可不是嘛，不知道多久没吃奶了，饿得小脸都发白了。宋巧娘也过来看看，不大感兴趣。女孩子呀，长大了也是别人家的，还得倒贴嫁妆，养着也是白养。温竹清无语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掐死了吗？姑娘心善，也有钱，愿意养着就养着吧。我也没这个意思。他不敢多说了。温桑桑听到他回来了，也走出来，看到孩子满脸的温柔，好可爱呀！姐姐就是心善，这孩子遇到姐姐可真是有福气，跟我一样，我来照顾他吧。那行，你跟蔡大娘多费心了。温竹清乐得有人管，他是实在照顾不来。梁正远还在作坊那边忙着呢，没有在家。温竹清洗洗吃了午饭就去休息，一觉醒过来那都已经是傍晚了，孩子们也都从私塾回来了。我今儿买了好吃的，来分一分吧。好啊，娘，你都忙什么？我们早起都没见到你呢，可想你了。就是，我今天听课打瞌睡也梦到阿娘了。哼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跟你二哥补课去啊，让桑桑检查你的学问，学不好，明天站桩也得背书。好吧，我现在能玩一会儿吗？我也想和阿娘气象气象，想阿娘了。温竹清无奈，又忍不住的翻白眼。这孩子对读书真的是不开窍啊，还不如小五呢。小五都比他认字多呢。小五弟弟，你怎么了？小满突然就拍着小五的背，满脸的焦急。温竹清一看他面前的蚕豆子，脸色凝重，抱着肚子，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把他卡着的蚕豆给弄出来了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卡住了，我都没夹呢。温竹清看着他的面相，一脸的凝重。这孩子眉宇之间突然出现的黑气，竟然是夭折之象。好在被他给救了回来，夭折之象也慢慢的淡了。没事了啊，以后吃东西小心点，硬的东西少吃哦。我会小心的。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小孩子嘛，总会卡到的。都来跟我学这个办法，以后不管谁卡到嗓子，很管用的。孩子们的注意力被急救法给吸引了，互相做着示范，学得挺快的。母亲可真厉害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。小孩子调皮，有的时候打闹着吃东西就容易出事儿。我以前在家里听说有孩子噎死的，刚才可吓死我了。他现在对温竹清是非常崇拜的，不是因为他的道法，而是他的博学。他能够用油、草木灰等东西做出香皂来，还能够自己从铁矿石里面提炼出铁块，打造成匕首。医术也厉害，是他见过最博学的人。他们不知道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京师皇城后宫，几个年轻貌美的宫妃正在说笑着，几个孩子就在不远处打闹着玩。突然，最大的皇子摔了一跤，嘴里的点心就被卡住了，然后面色青紫，憋得舌头都冒出来了。九皇子，你怎么了？快去传太医啊！奴才们慌成一团，都不敢动手，眼睁睁地看着九皇子呼吸微弱。我的孩子！就在他承受不住要晕的时候，九皇子突然就好了，点心也吐了出来，大口的呼吸。好了，没事了。九皇子不愧是天选之子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这老天爷都在庇佑着九皇子呢。哎呀，陈贵妃好福气啊！诞下福星皇子，以后咱们可都指望着妹妹多提些呢。好说，跟着本宫的人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眼底满是庆幸，那人做法果然有用。有了今日的意外，皇上会更加看重自己的孩子。众人也是被吓得够呛，没兴致赏景了，早早的就散了。九皇子也有一些蔫蔫的，陈贵妃抱着他哄了一会儿，等他睡着了，让下人安顿好，起身去写信，把今天的意外给传了出去。处理完朝政的景泰帝也听说了此事，来看望陈贵妃。简直是吓死臣妾了！九皇子真的很危险呢，幸好老天保佑，让我儿化险为夷了。不是没事了吗？朕的儿子自然能够逢凶化吉啊！你也受惊了，内务府刚送来的新鲜瓜果，你先挑，剩下的你来安排吧。臣妾谢皇上。陈贵妃犹豫了一会儿，看皇上心情不错，就问道：五皇子还没有消息吗？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吧？拖了快1年了，萧家是铁了心的要拥立五皇子造反了吗？朝中大事，你无需过问。臣妾失言，请皇上责罚。臣妾只是太担心皇儿了，皇上恕罪。平身吧，朕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不该打听的少打听。朕还有公务，先走了。恭送皇上。目送皇上离开，陈贵妃恭敬的神色一扫而空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2年了，几个孩子都找不到，还得本宫亲自出马。转身去布置，亲自派人去找萧家众人，还有五皇子，他肯定还活着，活得还好好的，否则是不能替皇儿挡下今日一劫的。除非把五皇子抓在手里，陈贵妃才能睡个好觉。景泰帝也生气，派出更多的人手去寻找，目光落在冷宫的方向，眼底的愧疚一闪而过。他是皇帝，为了天下安稳，最终要辜负很多的人，他们为了这个天下牺牲，那也是他们的本分。明的暗的，无数人涌出了皇城，散布在天下，寻找着逃走的五皇子殿下。温竹清不知道皇宫发生的事情，晚饭都吃得心不在焉的，盯着小五的面相发呆。梁正远回来很晚，一身的泥土。阿爹回来了，快来吃饭吧！阿娘今天捡回来一个妹妹，好可爱呢。是吗？你们阿娘最心善了，以后都要照顾妹妹，不许欺负妹妹啊。哪能啊？阿娘说不能欺负弱小，否则打屁股，不认我们了呢。梁书山小嘴巴巴的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给讲了一遍，包括小五被卡着的事情。幸好阿娘会救人，弟弟太吓人了。这么危险，多谢你，阿青。谢我做什么？那是你孩子，不是我儿子吗？也是啊，我错了。看出他心情不好，
众人麻利的吃完了饭，洗碗的洗碗，扫地的扫地，烧水的烧水，都有着自己的活儿忙着。温竹清先进了房间，梁正远跟着进来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小五的生辰八字，你真的不能给我吗？这事儿关系重大，我只是不想连累你。我现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我命运相连，你说不连累，不是好笑吗？除非你现在写一封放弃书，我再不过问。别，我既然娶了你，肯定对你负责的。别说这种话，咱们好歹患难一场，总有几分感情的。小五的生辰八字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年月日，具体时辰不清楚的。那也足够了。生辰八字写下来推算一下，那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竟然是龙子，皇室中人。梁正远，你该不会也是什么皇族王爷、皇子皇孙的吧？我不是，这个不骗你，只是跟皇族有点关系，我也是怕吓着你了。切，皇帝而已，能吓着我了吗？等姑奶奶修炼到了化神，给我皇帝我都不稀罕做。阿青最厉害。哎，你修炼需要多久啊？温竹清瞬间就垮了脸，他就嘴上痛快，这辈子能够到了元婴期，那都是修炼神速的，化神也就是想想。需要跟你交代吗？哼，不是就好。我们修道中人最不喜欢跟皇亲国戚打交道，这类人格本身就贵重，一旦沾惹，因果太深，不好化解。不过小五喊我一声阿娘，我也已经卷进来，不能不管。小五既然是皇子，是不是仇人众多？我跟你讲，小五多灾多难，喝水都塞牙缝，神魂受损，都是因为他的命格被人借用了。什么？谁做的？梁正远惊怒交加，怪不得小五跟着自己总觉得是一路倒霉，处处不顺，折损了他无数人手，这才勉强保住了他的性命。那可有化解之法？化解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我现在功力不够，借运之事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是要遭天谴的，道行多深的人都得忌讳，所以这个人钻了个空子，就是代替法。怎么个替代法子？小五的生辰八字对方肯定知道，甚至还有小五的血液毛发才能做法。也就是说，借运的人一旦遇到危险，就会转嫁到小五身上，让小五替他挡下一劫，如此一来就能蒙蔽天机，对做法之人的伤害最小。所以今天的意外是小五替人挡灾？是的，好端端的不可能噎着，哪怕小五什么都不做，也会被口水呛着了。现在能做的就是多派人保护他，加上我的护身符，小五暂时无碍。那就好，咱们多买些小厮，日夜不停地陪着他。只能如此了。还有件事，我摸不准，最近小心点。那些山匪像是被人吸血，附近肯定有了很危险的存在，我都察觉不到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是冲着咱们家来的吗？那倒不是，他是平等的针对每一个人，只要吸，而且很聪明，不想沾染杀孽，让别人动手，偷偷的吸血，说明他还很弱小，不敢暴露自己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小心了。那个孩子，那孩子是梁勇的女儿，是我接生的。乔姨娘被官府抓走了，梁勇这个罪行还不知道怎么判。要是株连九族，这孩子……梁正远没有怪他，温竹清看着冷漠，对什么都淡淡的。其实他的心肠最好，连坏脾气的梁淑仪都一直包容着，是他遇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子了。没事儿，梁勇不是造反，又是个女娃娃，女眷被发卖的可能性大。咱们和县令大人能说上话，朝廷判决下来可以买下来，包括乔姨娘也可以买下当奴婢。不过他们的身份只能是奴婢，这是最奴，是最低等的身份，只能为奴为婢，3代以后方能遇到天下大赦，有机会脱离奴籍。这么残忍？起码活着。温竹清无语，为奴为婢的活着，生不如死，那还不如一刀了断了呢。真是万恶的封建社会。好吧，我明儿就给县令大人写信了。孩子的身份能够解决了，温竹清放下了一桩心事，挥手让梁正远跪安，躺下睡觉，一夜无话。这个休沐不用去镇子上面上课，吃饭的时候没见着梁正远，温竹清很是意外。你们阿爹呢？一早上不见人了。母亲，阿爹去镇子上，请了先生来咱们村子里教导我们。啊，把书院搬回来啊？他之前说过此事，温竹清给忘了。温竹清就不多问了。梁理正来找他。温姑娘，这么远呢？出门了，有事吗？理正说是村里组织的巡逻队的事儿，还有作坊招工，很多事儿都得他拿主意呢。
现在梁李正事事都以梁正远为主，自己就是打下手跑腿的，姿态摆得很低，再也不敢摆李正的派头了。李正说：“坐下等一会儿吧，应该快回来了。”温姑娘不用客气，自从你嫁到我们村来，不仅正远家享福，村里人都跟着受益呀。你可是咱们村的福星啊！你别这么说，都是大家自己勤劳，我也没做什么。今年收成如何？地里的活可别耽误了。还好，现在不忙，离着秋收还有1个多月。闲话家常，梁正远也回来了，还把先生与人家的书童直接给带了回来，这效率真的是快啊！先生好啊，你真的来我们村教书啊？先生也没辙呀，梁家孩子多又都是好苗子，主要是冲着梁叔而来的，这么好的状元苗子可不能放过了啊！打扰梁太太了。你喊我温姑娘吧，这个称呼我听着别扭。好吧，温姑娘，以后我就是二公子的师傅，专门教导他，家里的孩子们都跟着学就好。先生就在家里面先住下了，回头梁正元把隔壁的旧房子翻修一下，专门做孩子们读书的地方，村里的孩子也能够跟着读。梁四九是最激动的，他们村如果出了一个状元，全村都受益，他得去敲打一下村里的人，可不许招惹温竹清啊。梁叔儿很是高兴，梁书山就难受了呀。哎呀，这先生都住家里了，以后想偷懒都不能了，日子可真是难熬。趁着先生刚来，偷偷的溜出去玩。小五跟着小羊羔的出去找草吃，小满陪着他，俩孩子形影不离，不需要温竹清操心。难得闲下来，回屋继续修炼。最近抓鬼超度，寿命线长了一些，看着有个3、4年的寿命，温竹清挺满意的。坐在黄金蒲团上，感受到吸收灵气的速度比以前快了1倍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温竹清都已经到了炼气5层大圆满了，眼看着就要突破6层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收工吐出一口气来，浑身是说不出的舒服。外面传来孩子的哭声，温竹清起身走出了屋子。谁欺负他家孩子了？院子里面多了一个穿着紫衣服的女孩，8、9岁的样子，哭得正伤心呢。哟，谁家的女娃娃呀？走丢了吗？看着哭得可怜样。你别哭啊，你家大人呢？梁书山偷偷地冒出一个脑袋来，温竹清看他心虚的样子，问道：“你带回来的？人家父母呢？”“不是我，就是你欺负我，你要对我负责。”“梁书山，你出息了你对人家小姑娘做什么了？”虽然梁书山才8岁，但古代男女大防很严重的，7岁不同席，在肚子里就能说亲事，8、9岁的孩子都能定亲了，真的欺负了人家，那可不得负责吗？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啊，我都不认识他的，非跟着我回家，你谁啊？别污蔑人，我才没有欺负你呢。温竹清仔细的一看这姑娘，瞬间就眯起了眼睛来。你不是人。姐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温竹清仔细一看，紫色的，难不成是那个紫色的松鼠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化形了？可是身上没妖气啊。我没有妖气，是因为被他给封禅的。温竹清明白了，就好像那黄皮子讨风，问个路人啊，你看我像不像个人呢？路人要说你像个人，那就能够化成人。可如果说错了，黄皮子就再也难以修成人形。紫松鼠跟黄皮子是一样的，也找梁书山讨风了。姐姐，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？你问我像不像个人，我说像啊，像个贤惠懂事、漂亮可爱，能给我洗衣做饭、捶背暖被窝、陪着我玩的人。我这么说有错吗？你怎么就那么多话呀？你直接说人家像个人不就行了吗？他那个老鼠样，万一变成人，尖嘴猴腮的多难看啊！我这是为了他好啊。紫衣女孩哭得更伤心了。我是个紫貂啊，我不是老鼠，我不难看，我长不大了，你陪我。温竹清扶额，唉，别伤心啊，会长大的，这不是修成人了吗？也是好事啊。这么漂亮可爱，还没有妖气，换个不懂规矩的说你不是人，那你不是惨了吗？紫貂一想也是啊，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他还让我给他暖被窝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小三这孩子太活泼了，正好缺个人管着他。你以后
就负责监督他，他敢不听，我揍他。好啊，那以后我就日夜盯着他。你不是想要让我伺候你吗？我一定把你给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温竹清是越看越喜欢，小山自己惹的麻烦，那当个童养媳也不错嘛。子雕是修行中人，有法力的，有他保护着孩子们，自己也能放心一些。这可真是瞌睡送了一个枕头来。就这样，家里又多了一口人。子雕的名字呢，就叫做子儿了，跟着温竹清的姓氏，叫做温子儿。子儿嘴巴甜，长得可爱，迅速让家里的人都喜欢上了他。唯独一个人很是害怕，那就是宋巧娘。他们一家子都是什么人呢？甚至不能说是人了，竟然还有妖怪。温姑娘是厉害，可是也不能让妖怪住在家里。梁正远觉得房子盖的还是不够大，按照阿青这天人的速度，多上1倍都不够住的。他回来的时候又带着一群人，这是给家里采买的下人。阿青，你看看这群人还行吗？那2个婆子厨艺不错，丫鬟我没有买，要贴身伺候你的，回头你做主买吧。太太好，小人李水生见过太太。太太好，小人魏阳见过太太。温竹清还不得不习惯梁太太这个身份了。这么多的人，总不能坏了规矩。看他们的面相，油滑有余，老实不足。不过呢，也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，也就留下了。门房而已，不需要太过苛求。然后是管家，在下江怀之，见过太太。太太真是年轻啊。江管家好。之后是2个粗使婆子，2个厨娘，都交给蔡大娘去安顿，还有2个做杂役的小工，喂马的伙计。温竹清问了他们的八字，都是寻常人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命格，不会给家里带来损害，也就都给留下了。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下人，温竹清还有一些不习惯呢，这该怎么管呢？这些人都是发月例银子的，以后家里的主子们也都有月例银子，算是他们的零花钱。如果不够，可以来申请，合理的花销会支给他们。江管家暂时管着账房，回头看情况，忙不过来会多找2个账房先生。你看着安排吧。我也有月例银子吗？你管着钟馗，家里的钱都归你管，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。家里的婆子开支都需要找你来问，你点头了才能从账房拿银子。回头做些对盘来，管库房的也要找2个人。那不成了大户人家了吗？养这么多人伺候，怎能养得起吗？我会赚回来的，肯定养得起。阿青赚的钱就算是你的私房银子，你自己攒着，单独给你一间库房，放你的东西。谢谢啊，我的东西啊确实不少呢，以后都来哄着我，逗我高兴了。我这手一松，赏你点银子，手一松，赏点好东西。哎呦，这日子美得很呢。众人都笑起来。今日新进府的人都发2身新衣裳，赏1两银子置办一下个人的东西，还有被褥什么的。不够了就去镇子上买。以后这天啊越来越冷的，可不能冻着了。谁管采买啊？这可是肥差呢，要不让蔡大娘来管着吧？好，都听你的。这如何使得呀？我就做厨房的事儿还行，这又是管人又是管钱的，能做得好吗？咱都是第一次做，我也是第一次做管家太太啊，你也是第一次管人管钱的。先试着做，等以后忙不过来，我找俩丫鬟回来替您分担。您老以后啊就少干活，多让底下人做，操心家里的事情就好。那好，老婆子，我就试试了。宋巧娘站在角落里，看着蔡大娘得意的咧嘴笑的样子，有一些失落，还有一些不平衡。她算什么呀？梁正远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下人都散了，孩子们跑去玩。梁正远洗漱了一下，温竹清进来：“你的钱够用吗？咱们家突然开支这么大，我这儿有5000两，给你填补宫中的钱。”阿青给的，我先收下，回头加倍还给你。你随便，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别，有事儿。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那个宋巧娘，你打算如何安置？她怎么了？她在咱们家里名不正言不顺，若是当下人就要签订卖身契，若是客人就不能让她干活了，得好好招待。你救了她，没有问清楚她的来历吗？她没说，当时跳河自尽，怪可怜的，说是没什么家人了，我只好先带回来了。那我问问她去，看看她如何打算。你别去，让蔡大娘去。你是当家太太，以后这些事儿都吩咐底下人去做，无需事事亲力亲为。管家也是一门学问，管好一个家也是不容易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会管家了？那你现在也有钱了，
腿也好了，去找个会管家、出身好的太太来吧，何必找我？这房子都是你的，钱也是你赚的，我敢嫌弃你吗？也是啊，我就这么管着了，不用你管。好，你高兴就好。走了。温竹清傲娇走人，身后还传来梁正远醇厚的笑声，莫名的呢就觉得脸颊发烫，笑得这么好听干嘛呀？想勾搭他，让他变成恋爱脑，家产银子拱手相送嘛。切，想得美，打死不做恋爱脑。姐的心啊，铜墙铁壁，他就是金刚钻，那都钻不透呢。家里多了人，温竹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，除了蔡大娘会在身边待得久，其他的人没有召见，是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的。我问了他支支吾吾的，说不出个什么来，肯定是不想卖身做奴婢的。可是当客人嘛，非亲非故的，怎养着这么长日子也够意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让他去寻亲，总不能不明不白的养着吧？你找他来，我问问吧。好，姑娘就是太心善了。宋巧娘过来，姑娘，你找我？宋大姐呀，家里的事儿你也看到了，很感谢你在家里帮忙照顾孩子，做了很多事儿。只是啊，你毕竟不是我家的奴才，使唤你也不合适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有什么亲人，我送你去寻亲吧。姑娘，我没有亲人了，婆家逼着我死，娘家不管我，我离开这只能死路一条。姑娘行行好，让我留下来吧，我知道姑娘最善良了，求求姑娘了。宋大姐，不是我不留你，而是家有家规，家里不缺你一碗饭吃，但是你的身份定位不好说，我不会养着一个姑奶奶，毕竟咱们非亲非故，让你卖身做奴才，对你也不公平的。你说说，你想怎么样？宋巧娘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是沉默。给你2天时间考虑了，先下去吧。把人打发走，温竹清没放在心上，去找子儿。对这个紫雕，温竹清很是好奇。子儿正在跟梁书山比划呢，看着软萌可爱的子儿，力气竟然极大，都能耍得动100斤的石碾子。以后你敢不听我的话，下场就犹如此砖头。子儿一下子就捏碎了一块青砖，阴冷的笑容让梁书山咽着口水。他这儿招惹回来一个什么姑奶奶呀？阿娘，他欺负我，这打又打不过，说又说不过，以后可怎么过呀？子儿，别吓着他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都多大了？姐姐，我都过了100个冬天了。闹不成老妖怪了？你找死吗你？子儿是灵物，修行时间漫长，100岁只是幼儿，还没长大，跟你差不多。他在山上活得也单纯，算不上老妖怪。以后不许这么说女孩子，挨揍了也是活该。好吧，他这么厉害，欺负我怎么办？那就是你的事儿。女孩子都是要哄的呀，你哄哄呗，哄好了以后谁欺负你，子儿可以帮你啊。你平时对练也有陪练了，多好。好像也是啊。梁书山决定把他和阿娘同等对待，时时刻刻的拍马屁，只要他拍得好，拍得爽让他给自个儿就能当小弟。子儿被他盯得头皮发麻。你打什么坏主意呢？没有，我是发现子儿真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孩子了。行吧，那我就不揍你了。温卓清取出了一张符纸给他戴上，这是睁眼七息的符纸，世上不缺高人，万一你的身份被人发现了，就危险了。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，遇到事情不要逞强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那我也喊你阿娘吧，我记事儿起就没有母亲陪着我，我觉得我的阿娘也会跟你一样温柔。行啊，不差你一个孩子，迟早的事儿。温竹清瞄了梁书山一眼，这长大了能不能追到手当媳妇儿啊？现在提前喊娘会不会不大好啊？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。现在子儿需要母爱，挺招人疼的。子儿和梁书山开开心心的跑出去玩去了。温卓清也出门转转，就看到胡三祥两口子化身的羊怼着一个中年人就走过来。这谁啊？咩。温卓清能听到胡三祥的话，明白了。你在我们村口鬼鬼祟祟想干嘛？是不是小偷啊？去找李正来，好好审问他。不是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来打听点事儿。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打听？你们村的人前几天打听常大友的事儿，我是常大友的亲戚，来问问为何要找他呀？常大友的亲戚啊？温竹清盯着他的脸，这个人被他看得心虚，眼神闪烁。
这姑娘好犀利的眼神呐，像是能够看透人心里的秘密一样。你就是常大友前妻的表弟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温竹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看来你挺惦记常大友，既然来了就是客人，来我家休息一下。是我打听常大友的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你现在问呗。我喜欢晚上问。又跟胡三祥说道：看好他，给你黑豆吃。没。胡三祥心里高兴啊，黑豆吃了长力气，家里的马才能吃得起的精饲料呢。他立功了，也能够吃上黑豆，就觉得非常的开心。两只羊死死地盯着中年汉子，让他逃都不能逃走，后悔来问常大友的事儿了。梁正远回来，这才知道村里面进了外人。这俩羊挺有用的，放在村口当岗哨吧。行，不过你得给人家吃精饲料啊，不能白使唤。好，我是那种只让羊干活不让羊吃草的人吗？阿青养的畜生格外有灵性呢，这俩羊不会也是灵物吧？他们没这个福分，反正听话就行，你直接说给他们就好了，但是也得提防有人害他们呀。死了可就没这么好的岗哨了。羊死了，胡三祥两口子也就死了，怕有人嘴馋，看俩羊膘肥体壮的，偷偷给杀了吃肉。不会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欢乐的日子呢，总是过得飞快。吃完了晚饭，打发了孩子们洗漱睡觉，温竹清才去了后院的柴房，审问这个中年人，了结水鬼的事情。梁正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上了他，让温竹清吓了一跳。哼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这么晚了，我陪着你啊。需要你陪？我还得担心你，你吓晕了也是累赘。那我更要多看看，习惯了就不会晕了。我第一次上战场，在8岁，看见那么多血，哭了一整夜，发烧了好几天，慢慢的不是也习惯了吗？啊，才8岁啊，谁这么狠心，让你一个孩子就上战场？你是后爹还是后娘？都不是，我爹死得早，娘亲疼我，可是也没办法，我不上战场，不快点长大，家里人谁来守护啊？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想帮阿青，以后这种事别瞒着我，好吗？行啊，你不怕，我乐意多个跑腿的。到了柴房，姑娘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家还有刚出生的小孙子呢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。温竹清一挥手，把水鬼给放了出来。哼，这是你媳妇儿改嫁的那个人，你想知道什么都问他吧。谁？你跟谁说话？温竹清给了他一张开眼符，男人看到常大友飘在空中，差点没被吓晕了。别晕了，否则他天天缠着你。你既然娶了他前妻，又来找人，肯定是有事儿，否则你能这么执着？我跟他媳妇儿从小就认识，我家穷，拿不出聘礼，她才嫁给常大友的。可是这个畜生，他喝多了就打月娘，月娘忍不了了，又遇到我还没娶妻呢，就很心疼月娘。所以你们这对狗男女就杀了我是吗？听他说完。胡说，是你推我的，肯定是你。水鬼不信，他怎么可能是意外死的呢？就算是意外，这个人跟自个儿老婆勾搭，那就该死。他没说谎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孽债，就是没有背负人命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也别怨恨，只能怪你自己倒霉了。你要是好好对你媳妇儿儿子，他能移情别恋吗？赚不到钱，喝酒打媳妇儿，你活该。哪个汉子不打媳妇儿？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那是打得轻了。他竟然敢背着老子偷人，老子就该打死他。温竹清对这种人呢，实在是无话可说，一道凌厉鞭子打了出去。仙姑，别打了啊！我不敢了啊！别打了，疼死啊！你知道疼，那你知道错了吗？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你是忘了姑奶奶做什么的了？有你在这叫嚣的份儿吗？我最恨打女人的男人了，让你也尝尝1天3顿打的滋味。我不敢了，我错了。哼，我不信你，你身上的力气还有，这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心里还不服呢。都做鬼了还不老实，跟我玩心眼儿。哼！温竹清真的就打了他一整夜，打得他那魂体差点都散了。中年汉子的脸上一阵的解恨，活该，打女人还有理了。这位仙姑就是深明大义，汉子没了畏惧，多了崇拜。这一宿，村子里的狗都安安生生的，不敢叫唤，实在是水鬼叫得太惨了，活人听不见，可这些个动物倒是能够听得见的。水鬼终于是知道厉害了，再也不敢跟温竹清犟嘴，老实的跟个鹌鹑似的，缩在墙角，只求他不要再打了。
中年汉子也是瑟瑟发抖，这姑娘好凶残，鬼都害怕呢。你天亮就回去吧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这件事儿就此了结。好，多谢姑娘，我再不敢来了。温竹清把他给打发走，然后就盯着常大友。你了了心愿没有？愿意去投胎吗？愿意的。常大友的眼神还是有一些闪烁。愿意？哼，你大概是不知道我修道中人的厉害，你身上有一点怨气都瞒不过我的眼睛呢。你还是不愿，还心有不甘，还想着报复你前妻，不让她好过，是不是？常大友的眼神闪了闪。是，凭什么我死了，他们都活得好好的，我的孩子也管别人叫爹？我就是不甘心，我就是不甘心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公平，这世上最难的就是公平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凭什么有人能投胎富贵人家，出生就含着金钥匙呢？凭什么你要投胎到贫苦人家，一辈子蹉跎，难有出息？你想找人做替身，自己脱身的时候可曾想过，人家凭什么要替你去死？做人做鬼，知足常乐。你要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超度你，18层地狱走一圈还是不可避免的。毕竟你这一身的怨气，阎王不收拾你，留着过年吗？18层地狱？是啊，你以为我抽你鞭子就很痛苦了吗？这只是开胃菜，抽筋扒皮下油锅，10碾子碾成肉泥，这都是日常。而且下地狱最痛苦的是什么？是你日日夜夜都要经受这种折磨。没有身体就不会死，你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遍痛苦的开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你的怨气消散为止。你别吓我啊！切，爱信不信，我也不跟你废话，送你去投胎吧。不，我不要去，相公，求求你，我不要下地狱啊！你救救我，我来世结草衔环报答你。你不该求我，得求你自己。你自己想明白了，执念消散，没有怨气，才能免除惩罚，好去投胎啊。我想去看看月娘和我的孩子。行，你自己去吧，我也不跟着你了。什么时候想投胎了，什么时候回来。还有你老娘，你的兄弟，都看看吧。仙姑，你不怕我跑了吗？你随便跑，你跑不跑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水鬼一想也是啊，他现在是为了自己，又不是为了温竹清。那仙姑，你为何这么帮我？我想要功德，你自己想通了，不会危害世人，我也等于是救人了。这份功德不大，总比没有的好。水鬼明白了。好吧，多谢仙姑。挥手让他离开。启明星已经亮起来了，一夜的时间就要过去了。我睡一会儿，你呢？我去练功了。忘了件事，这个药材你拿去，练功之后泡澡啊，否则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回头我炼这些丹药来。没有好丹炉子就是不方便。我会留心的，给你找一个好丹炉回来。随缘就好，我先用大锅炼着。好丹炉不是那么好找的，机缘巧合才能遇到，别被人骗了。梁正言点头，觉得自己不该那么傻，能够被人给骗了。温竹清睡了一个时辰，生物钟让他准时起床，爬上了屋顶开始修炼。炼气6层有些微的松动，温竹清觉得是时候突破第7层。这次修炼的时间有点长，孩子们都练完了，洗了澡准备吃饭。温竹清还是纹丝不动。阿娘！梁书山想要喊人，被子儿捂住了嘴。你别喊，阿娘在突破呢，咱们不要打扰了，吃饭吧。突破呀！孩子们有些担忧。子儿说没事的，说明阿娘更强大了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家里有了子儿，那也是个好事儿。一家子都不懂修炼，子儿可以帮他们解惑。突破有危险吗？当然有了，修炼一途，一步一天堑，度过了，修为更高；度不过，那就是生死道消。那阿娘不是危险了？梁正远的眼底也闪过了担心。那我们要如何帮助阿青呢？不能帮，只能阿娘自己扛。不过现在只是练气期，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。多准备一些补气血的东西，突破之后消耗大，需要补充一下。梁正远想起他之前总是会胃口大开，吃很多的东西，估计就是突破了。拿着墙上自制的弓箭起身出去，到身上打一些野味，
回来给阿青吃。温竹清这次突破足足花了半天的时间，太阳都晒得老高了，这才终于是睁开了眼睛。孩子们都在隔壁院子里面读书呢，温竹清并没有惊扰他们，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，一股子难闻的味道弥漫出来，不仅仅是汗臭味，还有骨髓之中排泄出来的废物，那个味儿啊，跟攒了几百年的厕所似的。温竹清不好意思在家里面洗澡，直接就往山上去了。那儿有一处泉水，洗澡最好。地里忙活的村民就只觉得一阵的臭味熏天过去。谁家攒的粪肥啊，味儿这么足，肥力肯定足足的，又能种一茬好庄稼了。得亏温竹清不知道村里的人是怎么想的，否则都能给气死。这么稀罕臭味，都丢粪坑里闻去吧。此时他跳进了泉水之中，全身上下彻底的清洗一遍，浑身舒畅。也不知道古代人怎么长的头发，一头乌发格外的长而浓密，披散在身后，像是黑色的丝绸一样。温竹清格外喜欢这一头的秀发，只是远远的看着，一片的黑发跟水草似的，都看不清楚是个人，怪吓人的。梁正远追着一只野鹿进来，也经过了这里，听着有人哼歌。这浓密的山林里面有女人唱歌，该不会是什么山精野怪吧？绕过石头就看到了骇人的一幕，一片黑乎乎的东西搁那唱歌呢，是鱼吗？哪来的登徒子，偷看人洗澡，活腻歪了吧？温竹清从梁正远的气息靠近，他就察觉到了，不动声色地从荷包里面取出了衣服来。是我。梁正远，你要死啊！你跑来这儿干嘛？吓死我！我是追猎物来的，回去吧，孩子们要担心了。你突破顺利吗？还好啊。你猎到东西没有？有的，2只野鸡，几只野兔子，想打个大家伙，人多东西少了不够吃。那你等我一会儿。温竹清踩着树枝飘出去，不到1刻钟就提着野鹿回来了。是不是追他呢？哎，这东西没跑远，注定要做咱家的盘中餐呢。阿青真是厉害。小事而已。两人一起下了山，回到家，孩子们正要去午休呢，看到这么多的猎物，可开心坏了。阿爹阿娘，你们一起打猎了，又能吃肉肉了？哼，哪天少了你们的肉肉吃了，还这么馋？午休去，晚上吃啊。猴豆还要遵命。蔡大娘让厨娘去收拾，不用温竹清自己动手。洗漱一下，她也去午休了。这一觉就睡到了太阳西下，精神十足的起来。蔡大娘进来，一脸的气愤。哼，姑娘，宋巧娘这个人不能留了。哦，她做什么了？你自己处置吧，我是气死了。温竹清喝着茶，蔡大娘把宋巧娘给带进来，她身边还跟着一个憨厚的汉子，眼珠子滴溜溜直转，与她憨厚的面相不太相符。这是谁啊？姑娘，这是我男人陈宝根。哼，你不是无亲无故的吗？哪儿冒出一男人来？我生不出儿子来，婆婆逼着男人休了我，整天在家里闹，我实在是被逼无奈，一时想不开，跳了河。原想着不回去了，跟着姑娘有口饭吃就好。你这么想也无可厚非啊。现在放不下，是因为孩子吗？我之前生下一个女婴，夭折了，之后一直没怀上，才被婆家不容的。我看姑娘家添了很多人手，家业更大了，就想继续为姑娘效劳。我婆婆催得急，我男人对我还好，所以我想和男人一起为姑娘干活，求姑娘收留。我们愿意签订长工契书，为姑娘干活。哼，你这个妇人真是心眼多，看阿青家里好过了，你自己舍不得走也就算了，怎么能把你男人也弄来呢？那你怎么不把你婆婆也找来，你们一家子好团圆呢？反正姑娘家里也要用人的，我们2口子都是老实人，都能干活。蔡大娘，你为何这么针对我？我一直帮你干活，勤劳本分，可没有偷懒啊。哦，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了？合着你不吃不喝，你身上的衣服都不要钱的吗？啊，你算算阿青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你出嫁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吧？我就是看不惯你不老实，你早点坦白，跟阿青说清楚了，我也不生气。你突然把你男人找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逼着阿青收留你们夫妻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让姑娘看看我男人，他真的很老实的，绝不会偷奸耍滑干坏事。你，蔡大娘，别生气，我来跟他讲。姑娘，你说，既然你有男人，有婆婆，有自己的家，那就归家吧。什么？不，我不想归家，
我只想伺候姑娘。姑娘，你为何不管我了？合着我救了你一命，还要负责你一辈子了吗？宋大姐，你这不是报答我，是恩将仇报。我之前就说过，要你卖身入府，是看在你只有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才同情你将你留下。可你有家有男人，你就不是我的责任了。姑娘最心善，孩子都能收留，费心养着。我们夫妻能干活的，求姑娘给条出路。家里实在是穷，地里的收成，吃饱饭都难的，我也是实在没法子呀。孩子无辜，我不救，一条命就没了。就像是遇到你一样，不管谁自杀，我都会救的。这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心，为我自己积德行善。我心善却不傻，你跟我玩心眼，当我看不出来吗？你说你男人老实能干，这不假，可是因为这样，我就要留下他吗？哼，你看看这村子，10个男人8个是老实的，我能收几个？我家里用人是需要用，而不是被你用心善来道德绑架我，逼着我用你们。宋大姐，你的日子不好过，这不是我造成的，我也没义务负责。送客吧。哼，听到了吧？走吧，别以为夸姑娘心善就该留着你们。我们家里不要你们心眼子这么多的奴才。我们才不是奴才，我们是良民。你们别以为有钱就能欺负人。谁欺负你了？没人请你们来，滚！别让我找人撵你们走啊！宋巧娘满脸的不解，忍不住落泪。姑娘，为什么呀？你要怎么才肯留下我？就因为我找了我男人来，你就厌弃我的吗？我也没法子，出嫁从夫，我总不能不管我男人的吧？你要想知道根源，那咱们可有的说了。我只怕你承受不住，有些事情还是糊涂点的好。宋大姐，我是同情你，可怜你，但是有句话你听说没有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你可怜，但是更可恨。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为何这么说我？梁正远正好回来，沉着脸进来，坐在他身边，冷冷地扫过2人。阿青让你们走，不计较你在家里吃穿喝用，还欠着你了吗？不是的，我知道姑娘是好人啊，我真心感激姑娘，一辈子当牛做马都愿意的。是姑娘不肯给我这个机会啊！我不给你这个机会，自然是有我的原因。你身边跟着一个婴灵，你知道吗？蔡大娘吓了一哆嗦。什么婴灵啊？阿青，别吓我呀！陈宝根更是后退几步，一脸的厌恶。你这样脏东西了！你这个扫把星，不下蛋的贱人！我家倒多大没娶你进门，你怎么不死外边啊？还敢回来祸害我们！我娘说的对，早该休了你。你竟然要休了我！不然呢？等着你带脏东西回来，连累我和我娘是吗？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男人，巴不得你死呢。你说说你图什么呀？我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，我命好，男人死得早。我婆婆也是嫌弃我不生儿子，没少搓磨我。后来多少人劝我改嫁，给我说婆家，我都没答应。我守寡，只养活女儿一个，日子辛苦，可心里舒坦呢。重新嫁一个，又得走以前的老路，生孩子，伺候男人，伺候公婆，给一家子人当牛做马，还挨骂，被他们施舍一样。我图什么呀？蔡大娘，睿智啊！确实如此啊，嫁不到好的人家，不如不嫁。我不想留着你，是因为你自我厌弃，一身的负能量，不知道自立，已经经受一番折磨，为何还要回头？你看看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的男人还不问什么情况，就急着甩掉你，你就这么不值钱，离开他们家活不了吗？都怪我命苦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温竹清简直是无话可说了，什么事儿都怪自个儿命苦，这女的是脑子有毛病吗？行了，想哭出去哭去，我还没死呢，别在我面前哭丧。别这么说，晦气。我一个地师，给人看风水点穴，做白事儿的，还怕晦气啊？你俩的事儿自己回去解决，别来惹我烦了。她沾染脏东西了，我可不要这个不干净的女人，我要休了她，别想我带走她啊！你确定吗？确定，我现在就要写休书。她生不出儿子来，害得我无后，
犯了那个欺叔之罪，我休了他，合情合理。哼，难为你说出这么多话来。你会写字吗？不会，你帮我写吧，我按手印就行。我不沾染你家的事，找你们族里写去。万一你反悔，说我骗你，我上哪说理去？我不要被休，当家的，你别休了我，我能干活，吃的也少，我还攒了5两银子，只要你别休我，咱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那什么脏东西，姑娘她能处理的，她肯定能帮咱们。你求求姑娘，她帮我弄掉脏东西，她一定行的。温竹清都给气笑了。多谢你看得起我啊，合着我这么想当冤大头呢？你求一求我就能帮你？靠你想你也太美了，没看出来宋大姐你倒是会算计呢。你去庙里求人家许愿的王八还得扔几文钱呢，求人家菩萨还得给香油钱呢。我在你眼里这么不值钱啊？阿青很值钱的，是他欺负你心善。我可不心善，你是没见我折磨鬼的手段，想让我帮你也行。你不是有5两银子吗？还是在我家赚的呢。这5两银子算是报酬，我帮你处理了。他赚的钱是温竹清给的月例，毕竟不能让人家白干活啊。盖房子的时候帮工做饭，与陈婶子他们给的是一样的报酬。这么贵啊？找个游方道士不过几10文钱的事儿。哼，那你找游方道士去吧，慢走不送。哎，别，我愿意给，求姑娘帮我。陈宝根也犹豫了，要是没有脏东西，他回来也行，自己跟老娘也就有人伺候了。现在重新娶个媳妇儿，还得聘礼办酒席，这怎么着也得个1-2两银子才能操办下来。而现在这个宋巧娘呢，也听话扛揍，就当个牲口一样的养着吧。温竹清看他的神色，就知道他算计什么。哼，我说你身边跟着英灵，那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的女儿生下来怎么死的？不需要我说吧？两人面色大变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死了还不肯走，咋这么贱呢？早知道给你泡黑沟鞋里，丢粪坑里，让你魂飞魄散，看你怎么害人。你这个人心咋这么狠呢？那可是你亲生女儿啊！哼，我稀罕她做我女儿，又不是儿子，赔钱货，我哪有粮食养着她？你这种人活该断子绝孙，你也不怕沾染孽债，不得好死吗？孩子懂什么？天生的依赖父母，哪怕你们当父母的不当人，也舍不得你们，这是造孽。好孩子，来姐姐这儿，姐姐送你去投胎。温竹清也招手，懵懂害怕的阴灵下意识地飘到了他的身边。温竹清取出了一张聚阴符，把它养在了里面。好了，你们可以滚了。蔡大娘，放出话，以后这对狗男女不得进咱们村子，别脏了咱们村子的地，带坏咱们村子的风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姑娘放心，再不会让这俩恶心玩意儿来咱们家了。宋巧娘突然就后悔了，她还想着家里婆婆和男人如果容不下她，她还可以回来求姑娘收留，哪知道姑娘这么心狠呢？姑娘，我舍不得女儿，我想见见孩子，能让我见孩子一面吗？小人物的狡诈心机，知道温竹清对孩子最是心软，就从孩子下手。你现在想见孩子，说什么？说你懦弱保护不来他的吗？说你舍不得害死他的凶手吗？我真的搞不懂，你这脑子装的都是粪吗？嫁个人家的自尊、人格、良知都没有了。哦，不，你连人性都没有。我也是没法子的。怎么就没法子啊？当初我那恶毒婆婆也想溺死我女儿，我跟他们说，谁敢害死我女儿，老娘一碗耗子药，大家都不得好死。自己不争气就会哭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快走快走，气得老娘心肝疼，别来恶心我家姑娘了。蔡大娘找婆子来，盯着她收拾东西，收走她所有的银子，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宋巧娘依依不舍，陈宝根眼神阴郁，怨恨温竹清，这么大的家产，养他们2个下人怎么就不行了？真是越有钱越是心狠。2个人的事儿呢，很快就在村子里面传开了。胡三祥2只羊都嗤之以鼻，他们是懒惰，不想干活养孩子，可是也没想着弄死孩子呀。胡三祥还出来挑唆温竹清呢，怎么不把他们也弄成羊啊？活着多浪费粮食，生下孩子继续祸害吗？温竹清好笑，他还有脸说人家呢。哼，你以为山羊那么好当的？没有你儿子养着你们，迟早被人拉走宰杀的命。胡三祥麻溜的就跑了，以后得对孩子好点，
对女儿也好点。温竹清还是被宋巧娘给气着了。晚上吃饭，盯着梁淑仪和小满，你们以后嫁人可别把脑子给嫁没了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干嘛这么说？我不嫁人，就在家里面陪着母亲，陪着弟弟们。这么想就是了。咱们家不缺钱，也不缺你一口吃的，都乐意养着你。读读书，教训一下弟弟妹妹们，日子多舒坦。嫁到别人家里，他爹娘活得也不容易，需要你孝顺了。全家厨娘奴才都死了，需要你伺候。男人也残废了，连你养家了。好像娶个媳妇儿，全家都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哼，我是听着都火大。梁淑仪笑起来，好像还真是啊。梁淑尔张了张嘴，想说女子不嫁人不合礼法，看着温竹清眼神不善的样子，只好闭上了嘴。我养着大姐姐，不嫁人啊，阿娘也不嫁人，咱永远是一家子。嘿嘿。梁正远的脸色都绿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阿娘嫁给我了，还嫁什么人呢？哦，也对啊，子儿，你也别嫁人啊，我的糖分你吧。我本来也不会嫁人啊，只会找个雄性，接个种，然后生孩子。子儿，你别说这个啊，吃肉肉，多吃肉嘎嘎。肉嘎嘎真香，我更加喜欢吃花生、栗子、松子儿，水果也吃的。行，回头给你买。宋巧娘的事儿，温竹清不再管了。人如果自己不坚强、不自立，那谁都救不了他。只是那个英灵，温竹清抽了个好时辰，把人给超度了。那英灵临走的时候，还送给他一团功德。英灵的事儿是他解决的最轻松，得到的功德最大的一件事情，却也是心情最不好的。心情不好，看到水鬼回来，那脸色也不好。姑娘，我想通了，我知道我错哪儿了，我想投胎走了。那就去呗，不用跟我啰嗦。这是打开鬼门关的符纸，自己走吧。你不送我呀？我欠你的吗？你不要功德了吗？稀罕你那点儿。温竹清的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。那我走了。姑娘仁慈心善，祝福姑娘一生顺遂，早日得道成仙。有心了。温竹清倒是没有继续冷着脸，迁怒一会儿就好了，也不好一直的伸手打笑脸人。水鬼看他脸色好了一些，就说道：我前妻现在过得很好，孩子也过得好，那个男人对他们不错，老大都娶亲了，还生了个大胖孙子。我没有那个男人的心胸，他们后来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对我的孩子视如己出。我这个当爹的还不如后爹好，孩子早忘了还有我这个亲爹了。我母亲也想不起我来，兄弟们很孝顺，我呀也是了无牵挂了。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去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水鬼去投胎，一个功德又落入了温竹清的掌心，生命线明显变长了一些。这2天收获可真是不错。夜里，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沉睡。母羊看着身边的2个孩子，满是慈爱。突然，一阵阴风袭来，母羊猛地窜起来，大声地咩咩叫着。子儿最先惊醒，一道紫光闪过，挥手就打出了一道灵气。一个黑色的影子顺势跳起，然后翻身就逃走了。温竹清也被惊醒，披着外衣跑了出来。怎么好浓的阴气？阿娘，是那个僵尸，他想要吃小羊。真的有僵尸这种东西吗？当然，他竟然找到家里来了。幸好母羊机警，子儿行动快，否则小羊肯定得被吸干了血。我追上去看看，你们睡吧。会不会有危险？在家躺着还能猝死呢，干啥没危险？你说好家。温竹清闪身消失了。梁正远沉默，深感无力。这一夜，梁正远跟母羊大眼瞪小眼，足足等到了天亮。门外传来动静，梁正远打开了门，看到温竹清站在门口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追上。这个僵尸怕是修炼到了飞将，又狡猾，速度快，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不过我找到克制僵尸的方法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呀？就这俩狗崽子能对付僵尸？你懂什么啊？吸血鬼的天敌是狼啊，我这是狼王的崽子，可不是什么狗崽子，这是我用灵气换来的呢。狼的嗅觉灵敏，隔着几里地就能闻到吸血鬼的味道，起码能够提前示警，不能指望着母羊看家呀。梁淑仪起床，看到狗崽子双眸正亮，哇，好可爱的狗崽子！母亲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抱一抱可以吗？真的好可爱啊！啊，
阿娘，不要养它，它会吃了子儿的。子儿和梁淑仪那是截然不同的反应。他可是紫貂化身，对什么狼啊、老虎、豹的这些个猛兽都是很畏惧的。不能吧？它们这么小，牙都没长齐呢，哪能吃了你啊？这味儿我闻着就不舒服。阿娘，不要养它们好不好？子儿不喜欢，就养在隔壁吧。好啊，那我来养着，一定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他们是狼，要吃肉的，别随便喂啊，也不要白白胖胖的，要的是凶猛，不是要卖萌。狼有这么可爱吗？温竹清无语了，你就知道可爱了。孩子们的快乐是很简单的，两只狼崽子差点被他们给玩坏了，瑟缩的样子，可怜巴巴的。子儿不去玩，梁树山看了几眼就过来陪他。子儿，你不喜欢小狗吗？不喜欢。那我也不喜欢它们了，我陪你玩吧。子儿心中一暖，这小子也没那么讨厌吧？练功了，你太弱了。好吧，我会追上你的，等我赢了你，你当我妹妹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一直都是姐姐。阿娘说的，谁要当妹妹啊？你又不是个人，姐姐妹妹不是都一样吗？你找打吗你？你才不是人呢！姐姐我哪儿不是人了？温竹清还没有来得及休息，李正就找了过来。村子里面死了几只羊，还有一头骡子，是老陈头家的。温竹清和梁正远一块儿去看看骡子，果然是被吸血而死，干瘪的皮肉看着就格外的瘆人。老陈头瞬间老了10岁一样，脸色都弥漫出了死气，受打击太大了。陈叔，你别难过，这骡子救了你们全家一命，就当是破财免灾了，可千万别想不开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知道骡子怎么死的吗？是被邪物害死的。你看看，不是被野兽祸害，血液流光了，这骡子肉也不能吃的，烧了埋掉吧。你想想啊，要是没有骡子，你们全家是不是都被害死了？今儿大家的损失，我会上报给县令，让县令大人来抓邪物。这样啊，那老陈头挺幸运的，破财免灾了，这日子还得过呢。是啊，我家2只羊也死了呢。今年要是粮食收成不好，冬天难熬了。大家别悲观，作坊马上要开工了，每月都有薪水发下来，日子会好的。陈叔要是不介意，来作坊看大门吧，1个月200文钱。哎呦，太好了！郑远从小就是个好孩子，叔谢谢你了，一定帮你看好大门。事情解决了，老陈头脸上的死气也散了，看着呀还能活个10年。温竹清确实是要去县里一趟，这个飞将继续肆虐，畜生的血可就满足不了他了，迟早是要喝人血的。如果不能阻止，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人遇难呢。梁正远陪着他一块儿去了县城，他需要采买东西，温竹清不疑有他，就让他跟着了。此时许县令正在招待上面来的贵客。魏内侍今日有何安排啊？下官让差役们随时候命，等着您差遣。魏内侍名叫魏千燕，已经是3品内侍了，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干儿子，在京师都能吃得开，谁都得给上几分的面子。让你查的6岁的男童都查清楚了吗？都在这儿呢，朝廷有户籍档案，6岁的男童全县有10300个。这么多呀！长得好看聪明的有多少？这个下官也没去看呢，今儿就让底下人都去看一看，再来给魏内侍回禀，如何？不用了，大人传下话，让这些父母带着孩子来见一见。上面挑选童男子，要有灵性，长得好看的。钦天监需要一批弟子，这个可是难得的机会。就算选不上呢，也给他们1两银子的路费，但是必须都得来，谁敢不来，按照逃奴处置。钦天监要选人呢，下官从未听说过呢，怎么只要6岁的孩子呀？命格之事，咱家也不懂，要不去问问钦天监的大人们？不，下官不敢，这就吩咐下去。大人休息会儿，下官去忙了。去吧。许县令走出了大堂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心里沉甸甸的。要6岁的男孩子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大人，温姑娘来了。哦，她来了，我这儿忙着呢，让夫人招待，晚上再说。许大人，兹事体大，耽误不得。温姑娘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边走边说，本官真的很忙啊。行吧。魏千燕从屋子里面走出来，正好就看到了梁正远的背影。刚才的人是谁呀？是温姑娘和她夫君。一个女人
能直接来见你们大人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哎呀，温姑娘可厉害了，她会道法，会武功，会医术，帮着大人剿匪，还会收鬼，让死人安息。没有温姑娘，九峰山的山匪还剿灭不了呢。哦，是她呀。咱家也听说了，倒是个奇女子。她的夫君是做什么的？哦，她夫君只是普通农户。这温姑娘本事大，可惜命不好，嫁给人当续弦。夫君家4、5个孩子，进门当后娘，可惜了。后娘有意思。魏千燕迈步跟上去，会会这位温姑娘，说不定她要做的事儿还能着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呢。温竹清还不知道自己被一个死太监给惦记了呢，那满心满眼的都是僵尸的事儿。许县令听完温竹清的这个事儿啊，那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这怎么倒霉的事儿都碰到一块儿了呢？大人有什么难处吗？这可是关乎无数百姓生命的大事啊！本官也知道，不过上面来人了，今天见要挑选6岁男童收做弟子，这跟选秀一样，劳师动众的，需要大量人手。现在又来了一个僵尸，老天爷呀！那僵尸先来吃了本官算了。梁正远微微的蹙眉，眼底闪过了杀意。6岁的男童，他们还没放弃呢。青天剑选人什么时候不行啊？跟僵尸能比吗？来的要是监察御史也就罢了，可偏偏是内侍大人代表宫里呢，本官可不敢得罪啊。内侍？死太监啊！可不敢胡说，被大人听到了是要杀头的。晚了，咱家已经听到了呢。魏内侍，您怎么没歇着呀？这位姑娘是有口无心的，无意冒犯，下官替她赔罪，内侍勿怪，勿怪。温竹清有一些歉意，连累人家许大人。梁正远低下头，像是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十足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庄稼汉子。魏千燕只瞄了一眼，就没有多看，而是盯着温竹清。你刚才说咱家什么？内侍大人好，美女无意冒犯，请见谅。我没想到内侍大人这般的好看呢，怪不得能做大人呢，佩服佩服啊！好看？对啊，难道没人跟大人讲，大人真的很好看呀？民女性子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得罪之处还请见谅。你性子直不直的，咱家不关心，咱家只知道你冒犯了咱家。这要是在以前呢，赏你1丈红都是轻的。1丈红啊，这么残忍？内侍大人这么好看的人，怎么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？那现在呢？现在，咱家在寻找一个人，你若是能帮咱家找到了，宽恕你今日不敬之罪。这个我擅长，生辰八字、随身物件，有了这2样东西，只要人活着，都会有方向的。随身物件可以提供，生辰八字不行。也行。不过效果不会很好，得看这个物件贴身程度、时间长短。大人要是不介意，我可以试试的。哼，咱家最是宽宏大量了，温姑娘尽力就好。大人真是宅心仁厚，提前祝大人心想事成啦。我跟许大人正说僵尸之事呢，内侍大人可感兴趣？不感兴趣。温竹清有一些失望，怎么会不感兴趣呢？僵尸僵尸多稀罕呢！咱家能活到今天呀，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不好奇，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儿。也对，难怪内侍大人这般年少有为呢。魏千燕拿不准他是嘲讽自己，还是真心的夸奖。一个太监说什么年少有为呀？许县令擦了一把冷汗。本官先做什么呀？僵尸的事情宣扬出去会造成恐慌，只让各个村子的里正知晓就好。普通人知道了也没什么用，他们又斗不过僵尸。咱家请钦天监的道长来帮忙，还有佛门高僧，对付这种邪祟呀，自然请他们出手最好的。内侍大人真的是宅心仁厚，聪明睿智。温竹清替百姓们谢过大人了。魏千燕就一脸的古怪，这姑娘是真单纯还是傻呀？她不知道做了多少的血腥事儿，自己都厌恶现在的自己，竟然还夸她宅心仁厚。内侍大人恕罪，内子不懂事儿，我这就带她回家，不打扰大人们了。大人告辞，有事儿您说话。
出了县衙大门，温竹清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尼玛，吓死我了！这小地方咋还有太监来了呢？我以为你是真的傻呢。你才傻！我能不知道太监都是死变态，心理扭曲不正常的吗？哼，不过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这个太监就不像是坏人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他的面相了吗？嗨，哪能啊！看人面相是窥探天机，我这点命可不敢作死，可不能逮着谁就看面相。他那么好看，当然是好人了。三观跟着五官走，我现在就觉得人家好看，是好人，不行吗？行的，你高兴就好。来县里一趟，少不得大采购。两个人分开买。温竹清去了玲珑阁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，给家里的女孩子买点首饰。恰好遇到了马夫人。哎呦，温姑娘来了县城，怎么不去家里坐坐？我这一肚子话想跟姑娘说呢。我这不是没空吗？您赶紧说说，有什么最新消息？你不知道，那个桑家娶了知府家的女儿，竟然是个病秧子。现在桑夫人是有苦说不出呢，桑大少更是气得不想回家，冷落了新少奶奶。要我说，他们就是活该，想攀高枝儿，哪有那么容易呢？还把女儿给逼死了，就为了给儿子腾路。现在好了吧，儿子女儿都落不着好，都快成了县里的笑柄了呢。哼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活该。可不是嘛，可惜了桑小姐那么好的姑娘，聪明文静，我要不是没儿子，都想留着当自家儿媳妇了。马夫人，算算日子，您这儿也该有喜讯了吧？据说我家老爷老了不行吧，没什么动静。要不给你开点方子补一补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的方子温补身体，不会有副作用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，一般人我还不治呢。那赶紧开呀！今儿就带了100两银子，你先拿着，回头有了好消息，还请姑娘来帮我安胎呢。行，您客气了，10两银子就够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可不敢收您太多钱。温竹清开了方子，说收10两，那多1两都不带收的，送走了乐呵呵的马夫人，买了一点女孩子喜欢的首饰和胭脂水粉，出城和梁正远会合，一起回家。温竹清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出城之后，城里各个角落冒出来不少的人，纷纷去见了魏千燕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甚至连谈话都告诉了魏千燕。温竹清说太监是死变态的话没敢禀告，怕魏大人生气呢。魏千燕是何等的眼力啊，一下子就看出了属下的支支吾吾。那个姑娘没说我什么好话吧？也还好，她说大人好看。哼，第一次听人这么夸我呢。她男人不吃醋吗？大人，您怕是不知道，她男人当兵回来的，之前是残废，据说不能人道，刚站起来没几天啊。不能人道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个小姑娘啊！眼神之中莫名的多了一些温度，摆了摆手，让属下退下了。温竹清没把魏千燕放在心上，他找人跟自个儿也没关系啊，倒是僵尸的事儿比较的棘手，已经修炼到了飞僵了，可不好对付呢。温竹清一路上都在想这事儿，梁正元罕见的沉默，也没有跟他说话，两个人就这么各怀心思的回到了家。家里竟然有客人。温姑娘，你回来了。学生和家母一起来提亲的，桑小姐还好吗？她现在是我的妹妹，跟我的姓氏，姓温，桑桑是名字，你喊她桑桑就好。这位是令堂啊，一看就是慈眉善目、勤快善良的好母亲。哪有姑娘说的那么好？操劳的命，能把孩子们养大了，娶媳妇儿，我就满足了。桑桑的事情，朱婶子也知道了吧？我让她来见见你，能成就一桩好姻缘，也是难得的缘分。我一直觉得有个好婆母比相公还要重要呢，毕竟内宅里和婆母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。温姑娘说的太对了，不过我儿子看上的姑娘，我肯定也会喜欢的。等到这温桑桑一出来，一看这气度，这容貌，立马就满意的不行。见过朱婶婶。好孩子，无需多礼。婶婶啊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个镯子你带着玩。多谢婶婶。好，真不错。桑桑，替我招呼一下朱同生，我跟朱婶子说说话。朱同生，请跟我来吧。姑娘先请。俩人就在这院子里面转转，
只是两个人这脸是一个比一个红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墙上冒出一排的脑袋来，除了梁舒尔不愿意过来凑热闹，都过来看朱长青了。不大机灵的样子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害羞呗。害羞是什么？看上了就掳走呗。你以后可别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个女土匪呢。我倒是想，可惜不是母老虎，否则呀，我就是丛林之王，谁敢不服我？你现在就像是母老虎。都别吵了，他们会发现的。小五和小满看了一会儿，不大感兴趣，就跳下来去找小杨玩了。温竹清这边呢，也没有耽搁太长的时间，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好了。林氏看着是个勤快利索的，心直口快，没什么心眼，不是尖酸刻薄之人，有点小心思呢也能够理解。乡下妇人嘛，你能指望他有多少的见识？送走了他们母子俩，温竹清问桑桑：“你确定要嫁给朱长青了吗？其实你可以住在这儿，咱们慢慢选个更合适的。”朱长青就挺合适的，他知道我的过去，人也忠厚善良，大智若愚，重情重义的，这就足够了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怦然心动、轰轰烈烈的，细水长流也是一种生活嘛。不错啊，桑桑能这么想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境都能安然度过。嫁人只是人生的一个转折，如果过得不满意，家里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，我接你回来。温桑桑感动的眼眶发红，能够遇到姐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。别这么说，既然决定了，那就好好准备吧，我让蔡大娘给你准备嫁妆。婚嫁的事儿我也不太懂，你和蔡大娘商量吧。这是1000两银子，看着置办。这么多，我不能要的，姐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。你喊我一声姐姐，嫁妆肯定要备得足足的，不能让你委屈了。朱家母子俩看着是不错，可是朱家人太多了，祖母还健在，不知道好不好相处。如果在朱家过得不自在，就分家出来单过，有钱你也有底气呢。回头啊，我在他们村子买点地，有地有钱，咱就做个快乐的地主婆。那就谢谢姐姐了。温桑桑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了，姐姐对她的好，她都记在心里，将来有机会一定得回报姐姐。温竹清其实也没指望她的回报，她遇到了就希望能够把她给妥善的安置，这也是一桩因果，早日了了就不用操心了。梁淑仪拉着她去说女孩子的悄悄话，温竹清由着他们闹着玩，去看看小五，这孩子运道被人给吸收了，运气不会好，容易倒霉。温竹清恨不能把他一直都给带在身边，找了一圈竟然没有找着。小五呢？虎少爷呢？五少爷和小满姑娘刚才还在外边玩呢，跟着2个小羊吃草的，这或许在村子里什么地方玩呢吧。我们现在就去找，赶紧去找，全村人都一起找。温竹清心中莫名的慌张，担心小五出现意外。修行者的第六感是很强烈的，能够出现这种感觉，那肯定不是好事。果然找遍了全村子都没有2个孩子的影子，全家都慌了。胡三祥2口子现在都在村口当岗哨呢，也没见到孩子出村呢，那能去哪儿呢？温竹清只好用小五的衣服起了一卦，寻人的，得到的卦象让他心中更是不安。这是劫难重重的卦象，未来不明。梁正远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眉头紧皱。没有陌生人来村子，也没有出去，能去哪儿啊？是不是有高手掳走孩子了？咱们没有察觉？不会，只要有气息异常，我肯定能察觉。除非修为超过我很多，金丹期才能蒙蔽我的感知。到了金丹期，都极为爱惜羽毛，不敢沾染罪孽，不会对2个孩子下手啊。会不会进山了？我们进山找找吧，让村里人都去。马上要天黑了，在林子里过夜，2孩子。温竹清真的不敢想，那是给野兽当点心呢，全村都惊动了，跟着上山找孩子。可惜一无所获，不过倒是看到了孩子的脚印往山上去了，确定了孩子真的是进了山。村子里的人都露出了同情之色，这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温竹清让大家回去，自己在山里过夜。梁正远默默地陪着他，2人度过了煎熬的一夜，可惜还是没有线索，怎么办？温竹清也是6神无主了，梁正远更是紧紧地攥着拳头，满心的愤怒和无助。躲过无数次的劫杀，竟然还是躲不开吗？子儿带着母羊过来了，只有他能够在深山里活动，找到他们。阿娘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跟母羊去找弟弟妹妹们。不行，子儿，你现在已经化身成人了，不能随便现形，
对你修行不利的。山里这么多危险的猛兽，你没有自保能力，太危险了。阿娘不能为了小五再失去你了。可是我化形只是有危险，以前不是也没事吗？不能因为有危险就不去做。阿娘多给我一些护身符，遇到危险我也能够自保的。温竹清只能妥协，取出了一叠子的护身符、烟雾符、传讯符等等，都给了子儿。阿娘再去画符，不用接手，随便砸。等阿娘画2张5雷符来，谁敢欺负我儿子姑娘，轰死他们全族。好，阿娘，你回家画符吧。温竹清有了事情做，迫不及待地回了家。只是这家里呢，竟然又来了客人，是魏千燕那个死太监。魏大人来寒舍，有何贵干？温姑娘，你这个态度让达家很是伤心呢。怎么不欢迎达家来做客吗？不欢迎的。放肆，敢这般跟我们大人讲话！我孩子丢了，没心情招待你们，有事赶紧说，我忙着呢。孩子丢了？多大的孩子？6岁的姑娘，4岁的儿子，还有2小山羊。估计贪玩进了林子迷路了。昨晚上全村人找了一夜，我是真的累了，魏大人见谅。一儿一女啊，温姑娘自己的孩子都找不到，那我要寻的人可还有希望？修行中人3不算，不算亲朋好友，不算大奸大恶之人，不算自身，越是亲近之人越不能算，会遭反噬的。你要找的人，或许我能算出来，但是也不一定准确，毕竟我修为也有限，还有各种意外。要是都能算卦找到人，那世上就没那么多失踪人口了。你们青天剑也不是吃闲饭的。魏千燕有一些失望，如果能够算出来，青天剑那位早就出手了，也不用等到今天。那好，温姑娘帮忙算一卦，这个是孩子曾经玩过的东西。温竹清沉下了心，取出铜钱递给他。诚心想着孩子的容貌，撒在桌子上，撒3次，我看看卦象。好。稍等，卦金1000两，先给钱，这是规矩。一卦一清，2不相欠，了断因果。哼，你是第一个敢跟咱家要钱的人呢。哼，小小的山野村子倒是出了你这样的人物。自古高人出深山，魏大人过奖了。有意思，给的钱。是大人。属下给了银票，温竹清一翻手，银票就不见了，又让魏千燕眯起了眼睛。有点东西啊，希望不要让他失望。撒下铜钱，温竹清掐指计算，盏茶的功夫过去了，说道：这孩子现在的位置很奇怪呢，西北方向，山林之中，不在闹市，不在乡野，好奇怪的环境。这是一个孩子能够生活的地方吗？魏千燕眼睛一亮，山林之中，对啊，莫不是隐居深山了？很有可能。既然大人有了方向，好走不送。我这儿担心孩子，没心情欣赏你的美貌。温姑娘，有本事的人，咱家见多了。像你这般狂妄的，咱家倒是第一次见。希望你的能力能对得起你的狂妄，否则得罪咱家，下场可不是一般的惨呢。只要你有所求着我，就永远得忍着我的狂妄。很好，有个性。咱家很期待温姑娘能狂妄到几时。慢走不送。梁正远自始至终就没有露过面，站在暗处盯着他们。魏千燕也有所察觉，不过在他看来，就是一个吃醋嫉妒的无能丈夫，也就放弃了落井下石。人一走，温竹清并没有逞能，吃了饭洗洗就去休息了。梁正远没有休息，又去找了李正，让其他村子的青壮年也来帮忙。1天50文，找到孩子的都有赏。各个村子的猎户们可高兴了，纷纷进山去找人。温竹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，蔡大娘端着饭菜过来给他吃。阿青啊，2孩子都很聪明的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小心自己的身子骨啊。我知道的，家里辛苦大娘你操心，别让淑珊他们乱跑。这孩子爱冲动，脑子一根筋儿呢。你放心，我找俩人专门盯着他。村里的婆子们都打了招呼，赶出村子，衣服给扒了，让他光屁股。那倒不至于啊。温竹清都被逗笑了，这对梁淑珊很是管用。打他一顿，他皮糙肉厚的不在意，
光屁股那可是一辈子的黑历史，肯定是不敢乱来了。霍金山，晚上别等我，我准备了干粮，你带着点儿，别饿着肚子找人啊，太辛苦你了。我陪你去找人，有个帮手也好，我保证不拖你后腿。走吧。温竹清知道小五对他的重要性，不让他跟着，他能急死。两人又进了山林，这次温竹清先去寻找子儿，按照子儿留下的记号找过去，渐渐的深入。太阳落山，林子里越发的显得阴森起来。大夏天的都打着冷战，不对劲儿啊！确实，一路走来鸟都没有遇到，好像林子里的活物都消失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说哪里不对劲儿了？看来咱们遇到大麻烦了。能够让所有的活物避让，这该是何等的厉害啊！温竹清隐约的有了猜测，眼底满是凝重。阁下，既然请我们来，那就出来吧。躲躲藏藏的，这么见不到人吗？梁正远大惊，他跟谁说话呢？一道黑影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我操！你不能吱一声吗？吓死个人了！梁正远迅速地挡在他面前，一副悍不畏死的架势。温竹清倒挺意外的，这男人虽然没用吧，那有事儿他是真敢上啊，勇气可嘉，精神值得提倡。可惜就是太弱了点。黑影直挺挺的，跟个竹竿似的。您哪位？会说话吗？温姑娘，久仰大名，初次见面，得罪之处还请见谅。还好，阁下哪位啊？咱们认识吗？哦，见过几次的。我俗世的名字叫岳千帆。你是岳千帆，福建省岳家的。哦，你认识岳某？听说过，没见过。朝中谁人不知福建岳家拥有100艘海船的大商贾，江南盐商都退避三舍的天下第一富豪，当朝贤妃娘娘的母族。哼，没想到小小的村子倒是藏龙卧虎，能知道这么多，也会是一个小小的庄稼汉子。去，别胡扯八扯了。我家孩子是不是你抓走的？子儿呢？你想做什么？赶紧说，我对什么岳家李家的不感兴趣。哼，你家孩子可是大补啊，只要吸了他的血，我就能进化成游尸。反正也不是你亲生的孩子，我要走这个孩子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日后等我进化成了不化骨，你我联手，这个天下何处去不得？逍遥自在，不过如此嘛。温姑娘，考虑一下呗，你也不会沾染罪孽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哼，你倒是想得美，不入轮回的东西也配跟我正道中人讲条件？别说那是我儿子，就是个普通孩子，我也不能任由你作恶而见死不救。最后问你一次，叫不叫人？温竹清已经把桃木剑给取出来了，时刻准备着开干，哪怕打不过那也得打呀。只是背在身后的手跟梁正元打着手势，让他先逃。这个僵尸他打不动呢，逃走一个算一个。梁正远却没有走，哪怕是死，他也得死在阿青的前面。更何况小五还在他手里呢，小五出事他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哈哈，温姑娘，别这么大火气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真不想跟你为敌呢。毕竟是你制造了我，你我虽然没有血缘，你却赋予了我生命，我感激不尽呢。你是老雕头棺材铺子里那个尸体？哎呀，终于想起来了，温姑娘给我找的好地方，让我觉醒了理智，还没感谢你呢。那个地方不是养尸地，更别说短短时间内你竟然修成了飞将，这不科学。科学是什么？不合常理吗？确实如此。不过呀，后来温姑娘又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你给梁勇点穴的墓地之下，还埋葬着一个王侯之墓，深藏在山底下100米，你的道行还察觉不到。墓地的主人啊，经过了几千年修行，已经是游尸了。尸气蔓延开来，我被吸引，占据了他的棺材。幸好祖上传下来的玉佩压制了他，他的一身修行就便宜我了。你说我该如何感谢姑娘呢？温竹清面色惨白，竟然如此，是他的错。阿青，不是你的错，阴差阳错，即便没有你，也会有别人的。温竹清深吸了一口气，你说的对，既然是我放出来的，今日我就消灭你，替天行道。为何要替天行道啊？我可不曾沾染罪孽，不曾吸食人血，只是吸了畜生的血。我虽然是僵尸了，也挑嘴的好不好？哼，你这种不入轮回的存在，
不该存于世间。人人得而诛之，休要狡辩。今日有你没我，出招吧！哎呀，我还以为姑娘善良，和那些自诩正道中人不一样。哼，原来也是这样不讲道理。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我跟你讲道理。这个不行啊，我孤单的，留着孩子陪我玩呗。不行，你找死！温竹清忍不住冲上去，岳千帆一跃而起，飘出去老远。温竹清的唐木剑刺了一空。哎，你何必呢？明知道不是我对手，非要来寻死。你只是练气期，不是渡劫期。渡劫真君来这里的话，我怕是掉头就走。你呀，小菜鸟一个，勇气可嘉。哼，你才菜呢！我是修行不足，但是不代表我就奈何不了你了。哼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大能力，期待你的惊喜啊！开始吧。岳千帆招猫逗狗一样的语气，像是看着玩闹的孩子，让温竹清更加的生气了。一把符纸抓出来拍在身上，双手掐诀，面色肃穆，朗声念诵：丁丑言我寿，丁亥居我婚，甲子护我身，甲戊保我行，六丁六甲真神助我，急急如律令。岳千帆终于是变了脸色。你是什么人？不是散修帝师吗？怎么能请来真神？温竹清不搭理他，踏着八卦钢步，挥舞着唐木剑，格外的威严肃穆，害得岳千帆下意识的就要逃走，可惜已经迟了。真神降临，还是六丁六甲12位真神，其中他一个小小的飞将放肆，梁正远都惊骇欲绝。这一刻的温竹清格外的高大，像是威风凛凛的女战神一样，第一次产生了自惭形秽的感觉。天空也出现了异象，一道道闪电闪现，乌云弥漫，惊雷滚滚。他后悔了，不该招惹温竹清的。此时被真神锁定，只能是硬着头皮应战，一下子被砸飞出去。等，你住手！我认输还不行吗？你这般下去，你也会死的。你一个凡人之躯，承受不住12真神的神力，你疯了吗？哼，我就是疯了。既然是我放你出来，那就让我来结果了你。我死不死的你看不到，反正你今日必死无疑了。疯子，真是疯子！梁正远也是大惊失色。阿青，不要冲动。他竟然是打着同归于尽的主意呢。梁正远是心痛如绞，不过是继子继女而已，何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他们呢？梁正远一向坚硬的心也是为之动容，说不出的滋味。